原主，我想将我二人的婚期提前。提前？可我二人的婚期不是定在了8月，如今都已是4月中了，何须这样急？原主，完素她已有2月身孕，再过几月便要显怀，我想将她腹中孩儿收在我二人名下，作为嫡出。若婚期在8月，她必要显怀。完素尚在闺中不曾出嫁，若被人知晓她婚前有孕，实于名声不利。江小姐有孕，与我家小姐的婚期有什么？灵儿话还未说完，便被奶娘罗氏拉了出去。她腹中孩儿是你的？谢旭川咬着牙，许久没有吭声，既不曾认下，也没有否认，一口气憋在心口。沈元珠转过头不看他，不看这个与自己订婚10余载，自幼在他背上长大的未婚夫婿。良久，他拈着白玉压金上的珠穗，声音微颤：你怕江完素未婚先孕丢了名声，就不怕我嫁进谢家8月不到就冒出个孩儿，名声不保？且你让我将这孩儿认下，那江晚素呢？江晚素你要如何安置？你想纳她为妾？谢旭川抬起头，眼中赤红。孩子生下便说是你动了胎气早产，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污你清白，更不会纳完素为妾。谢家3代都无纳妾先例，祖母也不会允的。只是我想让完素待产期间先留在谢家，让她安安稳稳将孩子生下，只1年。元珠，只1年，她养好身体便会离去。1年之后，你我二人还如从前一样。怕沈元珠不同意，谢旭川声音低软，带了几分哀求。元珠，你二人也算熟识，你知道完素与你不同，她性情柔弱，与人无争，不仅被江父所不喜，更不入江夫人和她嫡姐的眼。她在江家求存不易，若被江老爷知道她未婚有孕，必只有1尸2命一个下场。谢旭川说的轻巧，却听得沈元珠心口隐隐作痛。她在江家求存不易，生下孩儿给谢家做嫡出，再回江家就好生存了。孩儿记在你我名下，完素她届时我在外买个庄子给她养身，她不得江家重视，到时找个借口只说外出养病，江家会同意的。谢旭川的声音越来越低，沈元珠看着他，嘴唇合动，眼前却渐渐模糊，耳边响起一丝悠远的诵经声，鼻尖也仿佛闻见黄纸烧成灰的味道。是了，那是爹娘相继离世，他忧思过度病重的时候，母亲出殡，兄嫂却不让他出席。是年纪尚小的谢旭川翻窗找到奄奄一息的他，将他背出房门，背去了母亲的灵堂。见母亲最后一面，也是谢旭川背着他给母亲上香鞠躬，更是谢旭川将他牢牢护在背上，一字一句跟他说：元珠就算没了爹爹和娘亲也没关系，日后有我，只要我活1日，1日就是元珠的依照。他二人自幼订婚不假，但谢旭川与江完素又何尝不是竹马青梅一起长大的情分？看着眼前眉眼俊朗，平时万种情思悉堆眼角，一举一动皆熟悉无比的少年，沈元珠终缓缓闭了眼，年少情愫一息变淡。若你执意认下这个孩子，可将江完素接回谢家，也可养在府外，无论你想给他什么身份，我都不在意，但收为嫡出一事纯属妄想。元珠，我绝无纳妾亦或是养外室之心。谢旭川眼中闪过一丝痛楚。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可我对你从无二心，此事是我愧对你，我日后一定会补偿你，补偿沈家。元珠，收这个孩子为嫡子是我答应完素的，我不能食言。你答应？谢旭川，你可是忘了我谢沈两家的婚约是如何来的？你答应？谢旭川，你可是忘了我谢沈两家的婚约是如何来的？10年前，谢沈两家在苏州府不过刚崭露头角，谢氏布坊和沈家的染坊虽各有秘术，但却难有突破。是谢旭川的祖母谢三娘找到他父亲，提出两家定亲，谢家将谢氏耕织图的上半部作为聘礼，而沈家则将沈家染谱的下半部分作为嫁妆交换。谢氏有了沈家染谱，织出名震天下的绛紫云锦，而沈家拿了谢氏耕织图，做出织机和新图样，如此两家才能在10年间迅速崛起，成为整个苏州府不可撼动的大族。这些年，谢沈两家的织染生意早就难分彼此，所以无论如何，谢沈两家的婚约都不可能断，而他跟谢旭川的嫡子，也就意味着日后必会继承完整的谢氏耕织图和沈家染谱，以及谢家全部家业和沈家部分生意。他跟江晚素想要的何止是一个嫡子之名，他们要的是谢沈两家全部产业。沈元珠捏紧裙摆，
语气里难掩愠怒。谢氏家训同则族盛，分则族衰。凡子孙无故分家者，削其名，逐其房。这孩子占了嫡长之位，我的孩儿便永无出头之日。莫说我不会同意，沈家不会同意，就是谢家本身也不可能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做嫡长子。我会求祖母同意的。元珠，我知道此事是我对不起你，但你信我，我日后一定会补偿你跟我们的孩儿。我如今只想求你帮我。整个纸染商会的人都知道，沈家兄长在你母亲灵堂前曾发誓会厚待你，也许诺你出嫁，可要沈家任意一物作为嫁妆，只要你开口求情，沈家兄长一定会答应的。只要沈家应下，祖母看在你兄长的面上，终究会同意的。元珠，求你帮我这次。沈元珠看着眼前人，只觉得谢旭川陌生的令他心寒。他兄嫂看似宽厚，实则处处提防，暗中刁难。他那嫂嫂更是明中暗里使尽了上不得台面的手段。这些年若非他一味装傻充乖，母亲留下的那点产业早被蚕食殆尽了。这些事谢旭川并非不知，只是在他心中，他的任何委屈都比不上江晚素腹中孩儿重要罢了。你拿什么补偿我和沈家？谢沈两家的婚约虽出于利益驱动，但我二人到底青梅竹马，有真情实意做底。我更知道你嫁我为妻，不是为了谢家产业。听闻这话，沈元珠忍不住眉心一蹙。我二人一起长大，你知晓我的性子，我绝非空口白牙、胡乱做事之人。我发誓，日后绝不会为了这个孩子亏待我们的孩儿。而且完素有孕，不过2月有余，是男是女尚且不知。若是女儿，你所担心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算此子为男，你也放心，我不会让他占沈家半分便宜。你母亲为你留下的嫁妆以及沈家染谱都不必交于他手中。另外，我也会为我们的孩儿挣出其他产业。什么产业？谢家除女子嫁妆外，所有子孙均无私产。谢氏儿郎哪怕在外赚一枚童子，都要归于宫中。江晚素有孕的事，谢伯母可知道？我进城便来了沈家，还没跟母亲说。谢伯母不知。一股失望染上心头，谢家没人知道江晚素有孕的事，也不会同意他出的这馊主意。所以谢旭川来找自己，说什么补偿之言，只是想哄他出头，让他劝说沈家为江晚素腹中的孽子出头，逼谢家妥协。这算盘打的也不知是过蠢还是过于精明了。压下眼中酸涩，沈元珠道：如果我坚决不同意将这个孩子收作嫡子，你会为江晚素做到什么程度？元珠。谢旭川眼尾透红，哽咽了许久没有开口。他没说一句话，眉眼中却满是受到逼迫的哀伤和委屈，眼中明晃晃的不要为难我，让沈元珠知道了他的态度。一声轻叹，沈元珠指着长亭内的石桌道：你一路奔波，先吃些东西。谢旭川没想到他是这般反应，心底愈发忐忑起来。可他知道元珠心软，二人情谊也深厚。这些年，沈元珠从没拒绝过他任何要求。踌躇片刻，红着眼点点头，视线掠过地上放着的红木箱，他指尖一抖：元珠，那箱子……每次他外出收料，元珠都会为他绣些小东西，虽没有言明，但谢旭川知道那是隐于羞涩之下想念，是少女说不出口的情思。不重要的东西，一会儿我让灵儿处理。谢旭川心口一痛，还想说些什么，就听沈元珠又开口：徽州今年的茜草什么价格？本还想说说关于江完素的事，见沈元珠这样问，谢旭川便知他不想听，只好将心中焦急压下。同去年价差不多。金穗价格不变，他铺头里有些布价，便可照比去年同定。沈元珠强迫自己只想些生意经，并不知谢旭川心中的念头早已百转千回。徽州路远，定了肚子你便回吧。元珠，这是沈元珠第一次对他下逐客令，莫名让谢旭川有些慌张。可话在舌尖百转千回，也只落下一句：那完素的事。你此次去徽州，是不是与江完素同行？并非只有我二人，是江家。我知道了，你回吧。江完素的父亲是提督织造太监江佑的亲侄，虽无正经官位，但手中权力不小。即便是谢沈两家见了他，面上也多有恭敬。也正因如此，沈元珠一直知道江家很想与谢家联姻，只不过江家默认的联姻人选不是江完素，而是他的嫡姐江乃真。看好的人也并非谢旭川，而是谢旭川的三叔
谢晋元。若江完素的事传到江家，坏了这桩婚事，江父什么态度不好说，但江乃真定不会轻易饶了江完素便是。一桩桩一件件，也不怪谢旭川如此焦头烂额，只可惜他打错了主意。他跟江完素闯下的烂摊子，想让他和沈家出面解决，未免天真。见谢旭川磨磨蹭蹭不想离开，走吧，江姑娘有孕在身，又有家不能归，你也需要时间安顿。我先去安顿完素，明日再来找你。小姐，谢少爷来了。江完素转过头，二人对视一眼，齐齐落泪。这几日身体如何？还不错。我刚从沈家回来。沈元珠可同意了？见谢旭川摇头，他红着眼，罢了吧，是我与玉林命道不好。提起崔玉林，江完素无声落泪，谢旭川却是心头一紧。崔父是谢家织机房的管事，他与崔玉林自小一起长大，二人之间比他那性情孤僻乖戾的孪生兄弟都更为亲近。无论谢旭川走到哪里，身旁必有崔玉林的身影。谢江两家走得近，一来二去的，也不知何时江完素与崔玉林暗中生了情谊。但哪怕江完素只是江家庶女，也不可能下嫁给半个谢家家仆的崔玉林。少年情志，越是前路无望，越是爱的恣意浓烈。直至发现有孕，崔江二人才慌了神，急慌慌找到谢旭川。崔玉林不敢去江家提亲，一旦失败，被人知晓江完素婚前失贞，江家定留不下他。所以谢旭川给崔玉林出了个主意。思及此，谢旭川蜷缩着的手一紧。元珠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会同意的。这是我夫妻二人欠你和玉林的，你腹中孩儿，我会抚养他，直至长大成人。我是女子，更懂女子的心思。沈元珠不知你的苦衷，知道是你背叛了他，他此刻只会恨你。让他同意将这孩儿接回谢家，谈何容易？待一切尘埃落定，再无变数时，我会跟元珠解释，他能理解。但如今不行，这孩子有他一半血脉，想入谢家族谱都艰难万分。若走漏风声，让人知晓江完素腹中孩儿与谢家没有半点关系，那无论如何，这孩子和江完素都只有死路一条。他不忍心，也做不到视而不见。沈元珠如今正在气头上，你越说他越是恨你，倒不如直接去寻沈燕怀，亦或是叶蕴一。沈燕怀是沈元珠的庶兄，叶蕴一是他嫂嫂。当年沈母嫁进沈家多年未孕，所以沈父纳了一个妾室，生下沈燕怀。12年后，沈家夫妻才有了沈元珠。沈母有孕后，夫妻二人一直想再生个嫡子，将沈家产业全数交出。未想没过几年，沈母便患了重病，无奈之下，沈父提议将沈燕怀记到沈母名下，名正言顺继承沈家产业。沈母同意了，却是向沈父和那妾室提出一个条件，他怕自己死后妾室独大，挑唆着沈父苛待沈元珠，便让那妾室选择要儿子的前途，还是他自己的前途。第二日，沈燕怀的生母便吊死在自己房中，沈父也应下他日后绝不再续娶的誓言。只可惜后面的事人尽皆知，逼死那妾室后，沈母没死，沈父却因意外提前离世。没过2年，沈母重病没拖过去，也跟着离开。临死前，他为沈元珠安排好了一切后路，但那又如何？一夕之间，沈元珠还是从沈家的掌上明珠一落千丈，成为了无依无靠的蒙尘之珠。江完素擦掉眼角泪水，楚楚可怜。只要你答应将谢氏耕织图和沈家染谱的另一部分都交给沈燕怀，沈家会同意为你出头的。只要你答应将谢氏耕织图和沈家染谱的另一部分都交给沈燕怀，沈家会同意为你出头的。不行，此事一定有别的办法。他同元珠商议嫡子过继，和越过元珠直接找到沈燕怀，让沈燕怀逼迫对方同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他跟元珠日后是要做夫妻的，夫妻二人无论何事都需商议着来。若他私下跟沈燕怀有了交易，与沈燕怀一起去逼迫元珠，那才真的会伤了二人情分根本。且谢氏耕织图和沈家染谱在沈母步步为营下，多年都没交到沈燕怀手中，这是沈母于病中为元珠谋下日后安身立命的根基。若他让沈母的一片心血付之东流，谢旭川攥紧发痒的掌心，不敢细想下去。是我僭越，不该提起这些的，我不该将这孩子的责任转嫁到你肩上。玉林死后，你护我至今，已是天大的恩情了。如今我怎能恩将仇报？其实我这肚子本来也藏不住多久，不如早早回家，
跟父亲说个清楚。若父亲开恩，我就能光明正大养大我跟玉林的孩儿；若是父亲不允，我跟玉林去黄泉做一对鬼夫妻，倒也美哉。只是对不住玉林和崔伯，让崔家绝了后，我是个没福气的。当年你带玉林见我时，我就不该动心动念。几句话将谢旭川说得面色惨白。他并非不知江完素在控诉他介绍二人相识，但谢旭川却不敢辩白一句。他脑中浮起的是去徽州前崔玉林来找他说完素有孕时的情境。旭川，我想娶完素，你不知我多想将她娶回家，可是我不能。江红就是个爱富嫌贫、贪财慕势之人，他不会同意的。我这种身份，他怎会同意？那是完素的父亲，你不该如此说他。江伯父也不过是怕女儿所托非人罢了。只要你能建功立业，我就去求母亲到江家提亲，江家会给母亲3分薄面的。建功立业，你背靠谢家，才能将这话说得如此轻飘。可寻常人想要打拼一番事业，简直难如登天。且完素现在也没有时间等我白手起家，我等的他肚子里的孩子却等不得。我倒是有个法子，太仓刘家港半月后有一艘货船去西洋易货。如今我朝从文武百官至平头百姓，皆喜爱舶来品，一件舶来响钟可换1万两黄金。我与太仓刘家有些交情，若您想去，我托人送你上船，本金我来出，就当是给你与完素的新婚贺礼。你是说让我出海？你是说让我出海？不成，商船太过危险，便是1本万利，也是靠豁出人命去换来的。我如今万不能出半点差池。若我有个3长2短，完素与他腹中的孩儿该怎么办？那你要如何？就一日在我面前借酒消愁，等你孩儿月份大了，将完素推到江伯父面前，一人面对。出海是有风险，可风险常常伴随着机遇。你若真心想跟完素成亲，我今晚就找人送你去太仓。你若不去，就莫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谢旭川说完要走，崔玉林却是抓着他不放。他喝得烂醉，口中嘟囔着自己不孝不悌，不敢以身犯险，枉为人夫。见他闹得厉害，谢旭川心中堵着一口气，连夜让人备了银票和300匹云锦送到崔家门前。第二日一早，崔玉林看着满院的云锦，红了眼眶。你放心前去，我打听过了，原本刘家使用的的确是商用浮船，但前段时日刘家重金打造了一艘广船，据闻整艘船都是由铁梨木所造，坚固无比。这些是我从母亲私库中拿的，你先拿去，待换回1万两黄金，你风光迎娶完素进门。你不在的这半年，我会妥当照顾完素和你们的孩儿，待你回来，必全虚全以交回你手中。他拍了拍崔玉林肩膀，兄弟二人红着眼道别。崔玉林是他亲手派人把对方送上刘家那艘船的，可谁也不知那艘坚不可摧的巨船挺过了风浪，却没能躲过西夷海盗。传来船毁人亡的消息时，是谢旭川人生至暗之刻。旭川，我今日还是回江家吧。完素，你再等我一日，你放心。他抿着唇，眸中带着一丝倔强，丢下一句我必给你一个交代后，才匆匆离去。小姐，您说谢少爷真会将小主子带回谢家，收为嫡出吗？他会的。旭川心软，跟玉林又胜过手足，且去太仓是他的意思，愧疚也好，维护兄弟情也罢，他终究会做到的。谢少爷去徽州前，奴婢听闻大夫人已为小姐选好了夫家，好似是湖州丝帛出身。可他家小姐如今还怎么嫁人？小姐常言道，人走茶凉，谢家少爷对崔公子的愧疚能维持一时，却不能维持一世。时移世易，他二人兄弟情分渐淡，谢少爷还能对小主子视如己出吗？只有您在小主子身边，才能将谢家少爷和谢家产业牢牢抓进手中。小姐，如今谢少爷才是您和小主子最好的出路，不如借着这个机会攀上谢家，嫁给谢旭川。小姐，如今谢少爷才是您和小主子最好的出路，不如借着这个机会攀上谢家，嫁给谢旭川。住嘴！玉林心丧未过，你便打起让我琵琶别抱的心思，这样如何对得起玉林？小姐，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只是心疼小姐。大夫人向来瞧不上姨娘，对您也，她为您选的夫婿怕不是个好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我的艰辛谁又知晓？我何尝不知，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机进入谢家。可我看着旭川，心中实在难过。我知道谢家是最好的出路，但谢家离不开沈家的染谱，沈家也离不开谢家的织机和纹样。
哪怕为了生意，旭川和沈元珠的婚约也解不开。且我也无心搅了这桩姻缘。小姐，都这般时候了，您还为他人着想，并非为谁着想，而是我希望沈元珠嫁给谢旭川，沈元珠也必须嫁给谢旭川。坏人姻缘岂不是作孽？我要为腹中孩儿积德，且只有沈元珠嫁给谢旭川，谢家才会得到染卜的另外一半。如今颇有名望的谢家云锦才能更上一层楼。一匹素色云锦价值120两，顶得知县5年俸禄，而有了沈家秘法浸染的彩色云锦，还可再翻上数倍。据闻沈家染卜剩下一半，皆是世间少见的奇色正色，所以沈元珠和谢旭川的婚约，任是谁人都无法破坏，谢沈两家也不会允许。而谢旭川既然答应要将他跟玉林的孩儿收作嫡子，那谢家日后的产业自然有他孩儿一份，这是谢旭川欠玉林和他的，他跟玉林的孩儿拿得起也配得上。你放心，我会留在谢家的，也不会跟我的孩儿分开。沈元珠性情柔弱，单纯天真，且毫无心机，被他那嫂嫂调教的鹌鹑一般。只要对方嫁进谢家，他就有办法从沈元珠口中掏出沈家另一半染卜，这是谢旭川欠他的。作为谢旭川的妻子，沈元珠也要承这份罪。你将别院的东西收拾妥当，明日一早去寻找谢旭川，就说我要回江家向父请罪。小姐，若他有行动，便不必理会；若他无动于衷，你帮我给沈元珠的嫂嫂送封拜帖。我的小姐哟，您还有心管账呢？那江完素腹中都穿上谢少爷的崽儿了，您怎的也不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想想怎样阻止谢少爷将那孩子接进谢家呀？若他真把江完素母子接进谢家，小姐您日后还有什么依仗呢？若他真把江完素母子接进谢家，小姐您日后还有什么依仗呢？谢沈两家的婚约哪里是谢旭川一人能做主的？且就算没今日的事，他人也难成倚靠。只要我手中捏着一半沈家染卜，谢旭川就不可能越过我去恣意妄为，这才是我的依靠。小姐聪慧，去哪里都会生活得很好。只是婚姻大事，并非全然只看利益。往日我看好谢家少爷，是因为他对小姐一片真心，可如今他婚前背叛，又算个什么事儿呢？且见他今日决绝的模样，怕是铁了心要把那孩子收进门。若他执意这般做，小姐你又要如何？听了这话，沈元珠沉默下来。他房中放着好些小玩意儿，都是这些年谢旭川送给他的，说不难过是假，但他早已预想到今日结局，只是未想他二人会连婚都没成，谢旭川就变了心。沈元珠抚着抽痛一瞬的心口，咕哝着摇头。若他执意，便罢了。罢了？什么罢了？自然是说婚事罢了。婚前跟其他女子有孕，已说明此子品行不端。且不说就是把江完素收作外室，都是极荒唐的事了。更何况谢少爷还想将那孽种送到小姐名下，这样公然欺辱我们小姐，绝非良人。且旁的事也就罢了，谢旭川偏偏弄出个什么收敌来。他家夫人因为沈燕怀郁郁了多少年，谢旭川如今还未成婚，就拿这种事来扎小姐的心。罗氏捏着掌心，心中气愤不已。沈元珠闻言也点点头。他爹娘当年也恩爱有加，可后来爹爹还是纳了妾，不仅跟妾室生下沈燕怀，还在他娘月子里跟那妾室有了沈元琼。若说沈燕怀是他娘亲的眼中钉，那沈元琼就是他娘亲的心头刺。恩爱夫妻走到最后，只剩防备唏嘘，所以他娘亲很小便教他，只有金银不会背叛自己，抓紧了金银便总有退路。眼下谢家看着如日中天，实则暗藏隐患。谢旭川作为长房嫡孙，身下却有个几乎无人见过的孪生胞弟，这本就不寻常。夫人当年给小姐和谢家少爷订婚时便曾说过，谢其身上必有异常之处。大房有隐情，谢家二房又活像是画本里走出的败家纨绔，在商会里上蹿下跳，抢着出风头，出了名的刁钻难缠。三房谢静元倒是个好的，有出息的，只可惜他出身三房，注定接不了谢家产业。谢伯玉自己平庸，生个儿子也是个拎不清的，无法撑门主户的长房。10年内谢家必起风波。
沈母过世后，便是罗氏一直教导沈元珠。罗氏虽只是个奶娘，却眼光长远，洞悉世事。沈元珠被她教得十分聪明。若谢旭川执意要收那孩子做嫡子，我二人的婚事只能作罢。若谢旭川执意要收那孩子做嫡子，我二人的婚事只能作罢。她嫁去谢家，是为了借谢家之势发展谢翠坊。跟谢旭川有情，是为这段姻缘锦上添花；没情分，他也一样可以做谢家嫡孙媳，拿谢氏耕织图。可谢旭川打什么主意不好，偏打他银钱和产业的主意，这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您二位说的倒是轻巧，可谢沈两家的婚约哪里是那么好作罢的？谢沈两家的婚约动不得，但并不代表换不了人选。您要换夫婿，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不得了？他谢旭川敢做出这样的事，还不让我们小姐换人？那谢家除了谢旭川，哪里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小姐，谢少爷和江完素做事荒唐，但谢家老太太跟谢夫人明事理呀。您明日就去谢家，让谢老太太给您做主。老太太喜欢着您呢，您去求她，她一定会解决江完素的。到时候大不了一碗落胎药灌下去，您和谢少爷之间就再无阻碍了。傻灵儿，我跟奶娘起换人的心思，根本不是因为江完素，而是借由此事可知，谢旭川资质太差。我的确可以去找谢夫人，可就算找了又如何？蠢人是不会突然变聪明的。这次做出荒唐事找谢夫人，下一次、下下次呢？这样的烂摊子是收拾不完的。其实老奴老早就觉得谢旭川不适合小姐了，这些年承认他，不过是看他待小姐还有几分真心。可今儿才知晓，这份真心如此廉价。瞧着他对小姐好，谁又知道瞧不见的地方，他是如何对江完素的？如今孩子都有了，也不知这俩人什么时候滚到一起去的。您老早就觉得谢少爷不合适了，那您觉得谁合适啊？谢静元，奶兄在协翠坊跟谢静元打过交道，说他是行商奇才，谢家产业只交给长房。谢伯玉平庸，谢静元却有手段，时日久了必压不住他的野心。若我二人成亲，我正好可以借此挑唆，让他从谢家产业撤出，将协翠坊部分交到他手中。谢家虽有不分家的祖训，但人心不齐，闹出兄弟戏强的戏码不会太久。届时我就将……小姐，您这话若是传出去，会被进猪笼的，怎还得了？小姐，这话可不兴说。你呀，哪里都好，就是一颗心钻了钱眼儿，旁的什么都不认了。这话可万万不能再说了。侄媳妇肖想未婚夫婿的三叔被人听见，他得立马一头处死，给九泉之下的夫人谢罪。小姐，谢旭川往家里递了拜帖，不是给您，是给叶云一的。他混账，他定是见小姐不同意，便想找叶云一和沈艳怀，让这二人压着您，把孽子接回谢家。他实在是欺人太甚。旭川大驾光临，可是找我们元珠商议婚事的。先说好，我们元珠可不是那样好娶的呢。谢旭川抬眸，就见沈元珠长睫微垂，避开了他的视线。他急忙上前一步，待走到叶云一面前，才反应出自己在做什么。若他真跟叶云一开口，怕沈元珠要恨他一辈子了。昨日拜访没能给沈家嫂嫂请个安，今儿一早便来给您请安了，还望嫂嫂莫怪罪。不怪，何须这样见外？就快是一家人了，嫂嫂还能怪你不成？见谢旭川眼神频频看向沈元珠，叶云一道：我就不在这儿讨你们的嫌了。你二人啊，怕是还有话没说完。叶云一打趣完，让二人去院中说悄悄话。良久，谢旭川道：元珠，昨日同你说的事，你是如何想的？我以为我昨日说得很清楚了，你如何安排江完素我不理，想要将那孩子带回谢家我也不管，但收做嫡子一事绝无可能。元珠，我有苦衷的，你答应我好不好？什么苦衷？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做了错事，需弥补完素，若不能弥补他，我一生心都难安。你做了什么错事，非要用收纳孩子做嫡子去弥补？且就算你对不起江完素，也不该搭上我们沈家。你口口声声说那个孩子不会沾染沈家产业，可谢家的所有产业都是建立在拥有沈家染谱之上的。元珠，你口口声声谢家产业，你嫁给我，难道就是为了谢家产业？从昨天到今天，你没有问过我一句，到底和江完素发生了什么？你心里有没有我？沈元珠，是不是得不到谢家产业，你就不跟我成婚了？好，
那你说你跟江完素发生了什么？你问我与你成婚是不是为了谢家产业？那我问你，若我二人成婚后，我将沈家染圃余下部分全部烧毁，谢家先前使用的染圃也全部停染，你谢家同不同意？元珠，我谢旭川，今日过后，我永远不会过问你跟江完素之间的事。我二人成婚后，谢家也不会得到沈家的任何染坊。你让谢夫人来同我说，若谢家同意，我便同意你将那孩子带回谢家，无论你要给他什么身份。你现在就回谢家去，谢老夫人和谢伯母同意，我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婚约照旧。元珠，对不住，我只是太累了，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知你并非在责怪我，你又有何立场责怪我？毕竟背弃盟约的是你，与他人珠胎暗结的也是你。我没有，元珠，你该信我的，我不会背叛你。我信任与否不重要，你有没有背叛也不重要，我只问你，今时今日，你是不是仍打定主意要把江婉素腹中孩儿收作谢家嫡子？我罢了，你回吧，我话在此，谢家同意不用沈家染圃，我就同意你收任何人为嫡子，其余的都随你。元珠，你这是要毁了谢沈两家的婚约。谢旭川刚走出沈家，紫棠便急忙凑了上来。谢少爷，沈姑娘可同意了？被江完素步步紧逼，此时又见紫棠，谢旭川隐隐生出几分厌烦。可想到江完素弱不禁风的病态模样，他又将那些个复杂情绪慢慢压下。谢旭川阴哑着声：他同意了，我回谢家与母亲商议此事。打发走紫棠，谢旭川失魂落魄回到谢家。你这是做什么？母亲，孩儿有件事想求您帮忙。完素有了身孕2月了，我想把她腹中孩儿接回谢家，收在我和元珠名下。什么？完素有了身孕？江完素，你不是一向喜欢元珠吗？怎么又跟江完素厮混到一起去了？江家是怎么教女儿的？谢旭川心中苦涩，却是没有反驳。我不同意，老太太当年招婿特立了个不能纳妾的规定，所以谢家上下没出现过一个妾室。娘，我无心纳妾。你无心，江完素未必无心，怕是你被他算计了去。您误会完素了。我误会？江红是什么人？那是个机关算尽、上下逢迎、毫无底线的老谋。他的女儿会是什么好东西？若是个知礼的，会明知你跟元珠有婚约，还与你纠缠不清。你也是昏了头了。他腹中孩儿只有2月，你说要接回谢家，是生下就接回来，还是待他将孩子喂养大再接回来？我知道你的性子，你不会想出这种出格的馊主意，是那小蹄子教你说的吧？他想凭一个肚子进我谢家的门，休想！母亲，不是这样的，与完素无关，也并非他纠缠我。难道是你纠缠他不成？是，母亲，是我亏欠完素，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是我欠他的，我必须要还。母亲，求您帮我，孩儿实在没有办法了。你跟娘亲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我酒后，是我欠他的。母亲，求您成全孩儿。你可对得起元珠？元珠待你如此情深，你就是这样回报他的？孩儿也不想的，孩儿真的不想的。元珠同意了的，元珠同意将完素的孩儿接回谢家，只要什么？只要谢家不再使用沈家染圃。你那是同意吗？那不过是用不可能之事拒绝罢了。母亲，终归元珠是松了口，只要您同意，此事不会再生知己。我怎么可能同意？就算我同意，你祖母整个谢家上下也不会同意。旭川，你莫不是傻了？你是谢家嫡长孙不错，可你真以为自己抵得过沈家染圃重要？你去徽州之前，已有风声传出，说提督织造江右得罪了宫里的贵人，今年能否继续在织造局坐镇还不知。没了江右的江家，屁都不是。你用一个江完素去换沈家染圃，若传出去，谢家上下只会当你换了失心疯。别看现在谢家上下好似其乐融融，若真在他手上失了沈家染圃，二房立马就会跳出来说谢旭川无能，接不了谢家产业。按着谢三娘对谢静元的疼宠，将来这份家业会落在谁人头上，当真不好说。旭川，听娘亲一句话，完素那边娘亲帮你解决，无论他想要什么，娘亲都可以弥补。若他执意要生，娘亲可以在外将他安顿下来，但绝不可能把他接回谢家。娘的意思是让完素做个外室。娘，我们怎能如此折辱完素？不然呢？将他接回来，惹了元珠不愿拿沈家染圃怎么办？
让谢家产业流落他方。产业，你们怎么都一口一个谢家产业？产业就那么重要？沈家染谱就那么重要？当然重要。谢家用了多少年才将谢家云锦的名声打出去？如今距皇商只一步之遥。有了沈家染谱，谢家便可染酱紫、茜红等稀少正色。你可知这对谢家意味着什么？川儿，听娘的话，这件事交给娘亲解决，娘亲必不会让此事影响你跟元珠的情分。一口一个产业，一口一个染谱，全都让谢旭川痛恨不已。他开始怀疑自己跟沈元珠之间是否真的有情谊。他的祖母母亲待他如此好，是不是只因为他跟沈元珠有婚约，能拿到染谱，对谢家有益？莫名的，谢旭川想到了谢琪。若我不跟元珠成婚，你们是不是也会像对待谢琪那样对我？谢琪，一个连名字都多余的存在，你们怎么可以如此残忍？总之这件事不可能，你不要再提，也不要再去元珠面前。娘，我一定要让完素和他腹中孩儿进谢家大门。你说什么疯话？谢旭川的神色十分平静，不知这一巴掌是将他打得清醒，还是更疯狂了。娘，你帮我去跟元珠说谢家同意他的一切要求，只要婚约不变，元珠嫁进门后，我有办法让他拿出另外的染谱。你要哄骗元珠？元珠性子温顺，沈燕怀却不好惹，你当沈家上下全是元珠那样的面团不成？我没有哄骗元珠，他跟完素是清白的，如今不过被形势所迫。待元珠进了门，他会将一切都解释清楚。母亲，您帮我。你让沈燕怀到谢家找你祖母，她同意此事，我没意见。您也要逼孩儿吗？是你在逼我。主子，大事儿，出大事儿了！真是大事儿啊！谢旭川跟江完素暗中有了苟且，还怀了崽子，如今吵着闹着要将人接回谢家，被人捧久了的蠢货。主子，有了这事，你说谢旭川跟沈家的婚事还能作数吗？若他毁了跟沈家的婚约，岂不成了谢家的罪人？我这哥哥向来是个头脑简单的，怕不是被哄久了，脑子也如库中旧布，生满了杜仲。谢沈两家的婚约断不了，但婚约断不了，人选则未必。您的意思是说换人？换谁？换你吗，主子？主子，您若是娶了沈家小姐，有了沈家染谱的加持，咱们吉霞庄的生意超过谢家指日可待。主子，您那个祖母和母亲怕不会给您选什么好亲事啊。谢家糟践您这么久，您的婚事要自己上心才成，指望旁人只会给您带来无尽累赘。娶沈元珠，沈元珠看似温顺恭良，实则只是个唯唯诺诺、随波逐流的沈家傀儡。这样的女子，若不是手中握着沈家染谱，怕是毫无价值。沈元珠如何不重要？有沈家染谱足矣。更重要的是，她是谢旭川的未婚妻。主子，您说句话呀！那谢旭川还指望着妻妾双全，等着大夫人将江完素接回谢家后，跟沈家小姐成婚呢。哼，他做惯了谢家的天上月，就真当世间万事都会如他所愿不成？所以主子，您是想抢了这桩婚事？我记得江红前段时间跟湖州宋家人走得很近。是宋家做丝帛生意的，但并非宋家本家，听说是隔房的旁支。宋家100年都未走出湖州，听闻是因为本家老爷子有话，但几个旁支闹得欢，都将手伸到苏州府这边来了。江红有意拉拢，想将江完素嫁去宋家旁支。你去找些人为江家小姐美言几句，让宋家非江完素不娶，动作快些。宋家满意江完素，以江红的性子，会加快推进这桩婚事，到时候必能打谢旭川个措手不及。谢旭川坐在矮榻上，双手抖得厉害，他恼沈元珠不能支持自己，也气母亲的推脱和不作为。江完素肚子一日比一日大，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而他却什么都做不到。若说先前他提出把玉林的孩子收作嫡子，是因为愧疚，是想着要安顿挚友遗孀，但事到如今，这件事却混杂了些别的意味。自出生至今，他的人生可谓一帆风顺，事事顺遂，唯独此事各种阻碍层出不穷，难免让谢旭川对沈元珠和花南枝都产生了怀疑。方才在父母院中，谢旭川心里生出一股莫名的较劲。沈元珠和谢家越是不同意他的想法，他就越是想要达成，想要证明沈元珠和花南枝对他的情谊并非虚假。彩环帮爷更衣。爷，你2日没休息了，又要出去啊？去沈家。什么？
你谢旭川，你简直欺人太甚！我们元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你要这样欺辱我们沈家的姑娘？沈家嫂嫂，少喊我嫂嫂，我不是你嫂嫂，找你江家嫂嫂去吧。我们沈家清清白白的姑娘，拿了大半沈家产业嫁给你，你倒好，婚前就有了相好的不说，就连孽种都怀了。且如今你还要接进门去，你当我沈家上下是能任你谢家拿捏的不成？此事元珠已经同意了。她一个未出国的小丫头懂什么？还不都是受你哄骗？且沈家还没轮到她做主，没我这个沈家主母开口，她别想嫁进谢家。沈家嫂嫂，您不必动气，不如我二人坐下谈谈。我记得您母族40%的棉布都是供给谢家的，我去徽州前还刚刚跟叶家订了一批货。你什么意思？我希望沈家嫂嫂能帮我劝说沈兄同意，若沈家同意，我愿意在婚后将谢氏耕织图的另外一半无偿送到你手中。此话当真？我希望沈家嫂嫂能帮我劝说沈兄同意，若沈家同意，我愿意在婚后将谢氏耕织图的另外一半无偿送到你手中。此话当真？当真。叶云一闻言，心中满是欢喜，有了完整的谢氏耕织图，就可以不再依靠谢家的匠人，而他也可以将耕织图传给自己的弟弟，在娘家地位亦能更稳固3分。光是一半的谢氏耕织图不够，我还有沈家另一半染谱。你要知道，这本就是我沈家的东西，该由我沈家掌管。我帮你说服夫君同意江完素进谢家的门，养江家的孩子，但你要将沈家染谱完璧归赵。不行。为什么？谢家的东西我可以做主，但元珠手里的染谱我没法替他答应你，那是元珠的东西，他是否愿意把染谱交还沈家，或是给谁，都是他的决定，我不能擅自做主。叶云一的鄙夷险些露在面上。谢少爷，不是你嫂嫂我说话难听，是您这事做的实在难看。这些年我们家元珠待你不薄吧？不知他有什么心思。谢旭川点头接了句自然。你跟元珠成婚，这谢氏耕织图的另一半本来也要给沈家，所以您今儿不过是拿了沈家的东西，让沈家为你做事罢了。您有话不妨直说，何必拐弯抹角？那我就直说了，你这所作所为，说一句畜生也不为过。这话虽然难听，但我跟燕怀拉扯元珠、元琼长大，便是称半个爹娘，也无人敢智慧一句。但可惜我二人终归只是兄嫂，且元珠跟燕怀的关系，苏州府商会里都是元珠父母的生前挚友。母亲过世时，他们是压着燕怀在灵堂前答应要一辈子照顾元珠、守护元珠的。但你瞧，你现在做着烟杂事，让我们还如何风光的把元珠嫁给你？你做的事若传出去，世人知道我与燕怀没有半点反应，必会说我们糟践元珠。谢少爷，这话我没说错吧？您婚前便想着宠妾灭妻，我沈家还将姑娘嫁给你，不是因为我沈家的姑娘低贱，而是因为这桩婚事事关重大，轻易断不得。但断不掉，不代表可任由你糟蹋。自然事到如今，我也不信你日后能对元珠好到哪里去，所以我做人娘家嫂嫂的，总要给我沈家的姑娘谋一个保障，不是？你想要什么保障？谢家在万宝街有个首饰铺子是吧？谢旭川眉头紧拧，心中一阵厌烦。这叶云一哪里是给元珠要什么保障，分明是敲诈勒索来了。我也知自己行事不妥，但嫂嫂放心，我会弥补元珠，给元珠的聘礼，我谢家可再加12胎。那是婚后之事，婚前闹得这样难看，我还怎么将元珠？跟元珠订婚时的确说过会将谢氏耕织图另一半交给沈家，但嫂嫂也知沈家此事非彼时，我只要将耕织图给了元珠，便算谢家履行诺言。如今我应成婚后将它交给你，也是不想影响两家交情，但您想借此事图些旁的，并非我不答应，而是没这个权利。我可以答应嫂嫂，让谢家在松江的铺头给您母族多让3分利，旁的再没什么可谈的了，就不多叨扰嫂嫂了。我给嫂嫂3日时间，晚1日便减1分利，3日后我就当嫂嫂不同意。今日约定，我会再找其他办法。你……岳云一还想再说什么，谢旭川却是头也不回离开沈家。谁惹您了？我听下人说谢旭川来了，他不是上午方来拜访过？别提了，哪里能想到沈元珠这样恨家，人家都要把孽种接回家继做嫡子了，他竟还能答应下来。那老妖婆若还活着，知道自己含着护着的闺女是个这样扶不起的阿斗，也不知能不能瞑目。
你说这事儿要不要告诉你阿兄？阿兄在外忙碌，这点小事何必让他心烦？且他自己都同意了，阿兄又哪里能管得住他？话是这样说，但我实在没想到谢旭川会做出这种事。是沈元珠命贱，没福分。嫂嫂不必为这事担忧，既然他古剑深清，愿意嫁去谢家，你也就不必心疼他了。这路都是自己选的，管是荆棘遍布还是康庄大道，都让他走便罢了。沈元珠房中，罗氏一脸怒容，将谢旭川跟叶蕴一的谈话一一告知对方。小姐，这谢家公子当真是糊涂了。早就糊涂了，不必理他，我自有办法。脑中却是在想叶蕴一的话，对方想要沈家染卜很久了，只是这些年软硬兼施，也没能让他接招。如今竟想用卖了他的方式跟谢旭川交换。沈元珠眨眨眼，反手从书案上堆着的书籍中抽出《松江县志》，翻到某一页的时候，突然眸中一亮，就他了。这是什么？《松江县志》记载，松江花架村几十年前有一处义庄，接连丢了10几具尸首，至今都未找到谁人偷盗。事桩悬案，有辩护村民说是当地城隍爷将这些人带走，偿还生前债务去了。小姐怎么突然对志怪传说生了兴趣？并非兴趣，叶蕴一前段时日从我这儿借了笔银子，可他贪心不想还，还要我领他的情。谢旭川找上叶蕴一，让他说服沈燕怀同意将完素进门。以我对叶蕴一的了解，他不会告诉沈燕怀，只会抓住这个机会敲谢家一笔。小姐的意思的是让叶蕴一狮子大开口，开到谢家承受不住，自动放弃您跟谢少爷的婚约。没错，您让奶兄帮我跑一趟松江，散播些消息，办几件事。其一，让奶兄以协翠坊的名义跟叶家订1万匹今年的新棉布，给对方30%定金，但要跟叶家签订合约，不可逾期，逾期3倍赔偿，实现吗？沈元珠在心中算了算日子，江完素的肚子等不得。谢旭川不会给他太多时间准备，顶多半月。15日，让他们15日交货，价格高些也没关系。另外，去到松江，让奶兄告知叶家人，谢家如今正在暗中收购大量棉布，让叶家把全部产力都投到棉布中去。做完这件事，再让奶兄散布叶家祖上是靠偷死人的裹尸布重染重织发髻的谣言，让松江的商户都知道叶家的棉布柔软光滑、耐磨耐撕，是因为进了尸油，这方比旁的铺子质量更好。这流言传出，叶家就彻底完了。小姐，您是不是还记恨叶老爷？小姐，您是不是还记恨叶老爷？说不上记恨，若我是他，也会这么做。但他做初一，我做15，他当日种下什么因，就该想到来日会得什么果。将裹尸布的消息散播出去后，再告诉当地的织染匠，给叶家做工，损耗应得。若有从叶家离开的匠人，让奶兄都挖到协翠坊。小姐，1年前您在松江设了铺子，是不是就为今日？沈元珠没答。小姐的法子极好，哪怕叶家的匠人知晓，这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人言可畏，为了亲朋，怕也不会留在叶家。今年新棉必存不到多少，这1万匹叶家应当交不出货。若是交不出，我们可白赚3倍定金，交得出也不怕。松江产棉，因此松江的棉布1匹要比苏州府便宜85文钱。协翠坊本也要进1匹棉布，叶家能按时出货也无所谓，但因流言影响，协翠坊绝不会原价收购便是。另外，让万宝街的账房先生跟主顾们说，今年棉布产量大，咱们怕压货。往年600文1匹的棉布，今年400便卖，该要先给票根，1月后交货。400文1匹，竟是比松江布还要贱上一些。但罗氏转念便想明白了他家小姐的意思。如今协翠坊贱卖棉布，看似吃亏，但却是要1月后才交货。这期间，叶家棉布必会受尸油浸泡流言的影响，造成货物大幅度折价。只要再给叶家些压力，不怕他不降价清货。而松江怕是无人敢收叶家的东西。外地商会听到风声去到松江的时候，他家小姐早就把积压在叶家的那些棉布贱价收了回来。这一来一回，不费吹灰之力，小姐便可赚个盆满钵满。而叶家此生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犹未可知。小姐，雪清送了口信来，说是大夫人问起您，怎么还不曾归家啊？怎的突然问起我来了？江完素一愣，有些惧怕。从知晓崔玉林惨死海上后，谢旭川就派人将他接到了谢家庄子。他跟江夫人说是回外家看舅母，因此才在庄子一住多日。
未曾回去。是不是家中有什么变故？不然他怎会想起我？大夫人眼中只有大小姐，对家里其他庶子女视若无物。突然问起小姐，怕不是好事。小姐，会不会是小姐的婚事有了进展？罢了，若真是婚事，也算来得巧妙。紫棠，去把妆匣拿来，再拿条新裙子，避开红粉等色，选条素净的。在你舅舅家玩的可好？舅舅舅母待完素一向亲厚，表姐妹们也活泼可爱，孩儿这几日住得很开心。如此便好，你随我见一人。你母亲先前帮你看好一桩婚事，是湖州宋家旁支的子侄。宋家业大，虽是旁支，但却是正房娘子，对你而言算顶顶好的婚事了。江红口若悬河讲着宋家生意如何，攀附之心溢于言表。江完素木着一张脸，跟江红去见了宋家人。虽江红想用女儿攀上宋家，但也知道吊起来卖的道理，让宋家人匆匆见了眼我见犹怜的江完素后，便把她打发回房。回了房间，江完素一身素裙早已湿透。小姐，我去烧水给您沐浴，你去找谢旭川，就说江家跟宋家正相谈婚事。想到方才那年轻男子打量他的神情，江晚素指尖微颤。原本他对谢旭川怨怼颇多，可回到江家，他才发现只有谢旭川可以依靠。若谢旭川对他和腹中孩儿放手不管，那他就真只有死路一条了。你跟他说，大夫人要我在家待假，但我胎相不稳，需喝安胎药，你让他帮我想办法送安胎药进江家。小姐，在江家您的身子藏不住几日，还是赶快让谢少爷接您回谢家为好。小姐，您莫怪奴婢多嘴，便是您再喜欢玉林少爷，再爱这腹中孩儿，他们也不如小姐您自己重要。与其这孩子做谢家嫡子，不如您想办法嫁进谢家。谢少爷人品正直，您二人又是一同长大的。玉林少爷去后，这世上只有他能庇护小姐了。你去把妆匣中玉林送我的定情鸳鸯佩拿来。见了鸳鸯佩，谢旭川定会想起崔玉林陪他的这些年。谢旭川看似温和，但他出身富贵，自幼被众星捧月，最是吃软不吃硬。先前我们已逼他太过，若他甩手不理，才是麻烦。你将这鸳鸯佩送到他手中，便说我已想开，一切都是命数，让他不必担忧。先前那等保胎之言就莫再提了。主子，您猜我方才瞧见什么了？江完素的丫鬟来找谢旭川了，还给他递了个东西。虽然我没听见那丫鬟说了什么，但瞧他的面色，像是与大少做诀别似的。您说他这是放弃谢旭川，要进宋家的门了？以退为进罢了。主子，您身上这伤是几岁时候弄的？看着不如我身上的明显，怕是年岁小、皮肉还细嫩的时候伤的吧？是老太太还是您那母亲？记不得了。主子，虽然外头都不知提督织造就要换人做了，但风声总是有的。按说谢旭川也该听到些风吹草动，但为何他还执意要为江完素得罪沈家？公侯富贵之家，多出痴情冤种。我那栾兄因是嫌日子太顺，非要给自己寻些磨难坎坷，如此方能得些顺遂中体会不到的乐趣。我瞧他就是吃饱了撑的。主子，我有一事不懂，既然您想抢沈家的婚事，为何不直接找上江红，告诉江红江完素有了身孕？江红呢势力颇皮，知道这事儿定会把江完素塞进谢家，又何必麻烦一圈，先去找宋家人？主子，我有一事不懂，既然您想抢沈家的婚事，为何不直接找上江红，告诉江红江完素有了身孕？江红呢势力颇皮，知道这事儿定会把江完素塞进谢家，又何必麻烦一圈，先去找宋家人？江佑就要离开织造局，所以江红若得知江完素有孕，必会不惜一切攀上谢家。但谢沈两家的婚约轻易断不了，最后江完素怕只会落个妾室之名，这不是我的目的。不过江红也总要找的，但不是现在。还有些原因，他没同魏虎说，先找上宋家，是因为他想推江完素逼谢旭川一步，让谢旭川急中生错，与沈家闹掰，也让沈元珠对谢旭川彻底失望，情丝尽断。抢婚并非他对沈元珠有何不伦情谊，而是他知道魏虎所言极是，若不将沈元珠抢到手，他那个祖母和娘亲怕是真会将棉盒许给他。
做谢家的二少夫人，但哪怕她对沈元珠无情，也无法接受自己的妻子如这世上所有人一样，独独偏爱谢旭川。想到此，无法遏制的厌烦和焦躁让他忍不住想要见到沈元珠，见到沈元珠对谢旭川彻底失望，见到他厌恶憎恨谢旭川的模样。不知哪个挨千刀的玩意儿，竟编排出那么恶毒的流言，说什么叶家卖出去的棉布都是裹尸布做出来的，短短几日，一整年订出的货竟被退回了90%。那叶家刚开口，就见谢旭川从外走了进来。谢少爷怎么来得这样快？本也要上门拜访，门口碰见了宋铁的小厮，刚听说叶家的生意出了问题。说到这儿，我还想问谢大公子，松江的事是不是你做的？沈家嫂嫂何出此言？虽我有事相求，但我不是生意谈不拢便掀桌之人。谢公子人品端方，且与沈家又是姻亲，他不会做污损叶家商誉之事的，对谢家也无好处。二妹妹明理，不知叶家发生了什么，可有晚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没有，不过有其他事同谢少爷商议，我不妨直说了吧。松江那边的确出了些事，如今我也不跟你说什么万宝街的铺子了，我要1万匹今年的新棉布，10日后送到松江。另外，我还要1间松江的染坊给到我胞弟丹哥手中。其次，我要1000两黄金，当中500两是你对我沈家的补偿，另外500两则是要给元珠添的聘礼。事到如今，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这些条件只要你答应，我立刻同意谢家把江完素的孩子记在元珠名下。谢旭川脸色黑如锅底，满心不悦。1万匹棉布约2500两，1间染坊至少4000两银子。嫂嫂您一开口就想让谢家拿出16000两银，这价格也未比1间万宝街的铺子强上多少。16000两，整个叶家5年纯利都不知能不能赚得上这些。谢旭川只觉自己被叶云一当面戏耍一番，正要翻脸，突听他道：旭川呐，这并非嫂嫂故意为难，实在是你做事不地道。嫂嫂不是落井下石，而是你不该平白递了把柄给人。你做出的那些事，谢家若无表现，来日传出去，外面还当我沈家的姑娘不值钱，可以随意欺辱，这让我们家元琼以后如何说婚事？旭川啊，谁让你做了错事，你得认罚认命。几句话下来，谢旭川险些将一口牙咬碎，他脸色涨得铁青。1000两黄金我拿不出，我可以给500两作为对沈家的补偿，余下500两我自己跟元珠说。你2人日后是夫妻，不管给多少都是元珠的，但这银子必须得过了沈家的名路，如此才能不让外人编排我这个做嫂嫂的不是。其实叶云怡本也没打算要那么多，不过是需要给沈艳华一个交代罢了。对了，元珠在后花园修枝，你可以跟他商讨商讨。说完，叶云一便鸟那离去，徒留满心愤恨的谢旭川。花园里，沈元珠捏着纯银小剪，正仔细修剪花枝，灵儿在一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远远望去，主仆2人一派和乐，好不愉悦。谢旭川看着，只觉心口被人狠狠攮了一拳，愤懑的他心似乱蓬，燥如汤沸。在他为他2人婚事奔走，绞尽脑汁，极尽办法时，对方竟无忧无虑，甚至很是快活。3两步走到沈元珠面前，谢旭川拍落他手中银剪。你做什么啊？沈元珠则在原地愣愣看着自己被拍红的手背。灵儿，你跟罗妈妈去小厨房备茶，我跟谢少爷有话要说。小姐，罗氏拉着直跺脚的灵儿离开。什么事？你问我什么事？你可知道沈家用什么来逼我？将叶云一的条件说给沈元珠听。你就没什么可说的？我有什么可说的？你没什么可问的。叶云一说要500两黄金添到聘礼中，对这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到底是叶云一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谢家给你的聘礼已不算少，在整个苏州府都算得上头一份，如今为何偏还要这500两黄金？你若是缺银子，直接同我说，何必让叶云一羞辱于我？谢旭川，不是我让叶云一羞辱你，是你上杆子到他面前求他侮辱的。你也明知那500两黄金绝非是我向你所要，但你偏偏想通过此让我愧疚，让我担忧。你想把因为跟江完素珠胎暗结而可能导致婚约破裂的责任扣在我头上，你想让我害怕失去你的庇护而退后一步接受那个孩子成为谢家嫡长。谢旭川，
你妻我身后一无所有，你妻我将你视作唯一依靠，不得不依附于你。你妻我父母不在，兄嫂不辞，实在是太过卑劣。我没有，沈元珠，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寡情薄幸、狗吠狼心之人是吗？我扪心自问，这些年对你十足真心实意，可你呢？你这些年又是怎么对我的？我扪心自问，这些年对你十足真心实意，可你呢？你这些年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年，沈家借了谢家多少事？每谢沈两家有冲突时，我从来只让谢家让步。你呢？你可有在沈燕怀面前让他因为我而退过一步？难道是我谢家不喜高丽厚利吗？不过是我珍惜你，怕你在家中为难，怕你因沈家利损而受人白眼。我为了你抽了谢家原本的贡商，将你嫂嫂母族填进去，为的不过是帮你在沈家做脸，希望你嫂嫂能承你的情，也希望可以牵制你嫂嫂，让她不敢轻待你。我日日担忧你在沈家后宅受妇人手段搓磨，可你有没有问过我一句辛苦疲累？眼下叶家遇困，你嫂嫂开口勒索，我与你争辩个三言两语，你便给我扣下许多罪名，说我卑劣。我怕他们苛待你，所以尊你兄嫂为长。这些年到了沈家，从来做小伏低，可我在家中，哪怕对上祖母祖父，都不曾有过那样卑微的时刻。有几次，我见你神色不愉，不停追问，可你从来不曾说过，你从不跟我说你的心事，只让我一个人细细猜想。我处处小心翼翼待你，结果只得了一句卑劣。沈元珠，你今儿也扪心自问，这些年你待我可有真心？你跟我成亲，到底是为了谢家产业，还是只因为我这个人？沈元珠愣愣看着眼中水雾满溢的少年，鼻尖忽然泛起一阵酸。他问他，对他可有真心？他有的呀。在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偷偷私定终身，还有了孩儿之前，他怎么没真心对他？可这些真心，在他一遍遍为了给江晚素名分，为江晚素的孩子争取利益，不惜伤害他的时候，早就一点点消失殆尽了。谢旭川，既然这桩婚约让你如此痛苦，你又何必再坚持？你为我，为沈家，为这桩婚约受尽苦楚，为何不早日作废？沈元珠，婚约作废？他不懂，沈元珠为什么会如此轻易说出这种话。眼前是他喜欢了10几年，等了10几年，只想把她光明正大早日娶回家的姑娘，可如今他轻飘飘的就说出了婚约作废这等话，这让他今年所努力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笑话。你以为我不敢？你以为我会怕？作废便作废，还当我怕你不成？那你现在就回谢家，告诉谢家祖母，我二人婚约就此作罢。说就说，沈元珠，你别后悔，我要跟沈元珠退婚。退婚？你疯了不成？谢沈两家的婚约是随随便便能退的吗？且你江元珠置于何地？你可曾为他考虑过？一个无父无母的姑娘家，兄长跟自己娘亲又有那样的旧怨，再被人退了婚，你让他如何自处？你们都为他着想，可有人为我着想半分？我今日去沈家找叶韵一，他竟开口要1万匹今年的新棉布，还要我给他包地，在松江购一间染房。如此不够，还需谢家出1000两黄金，说是对沈家的补偿。什么？他倒是敢开口。什么？他倒是敢开口。何止如此，他言辞间满是侮辱威胁。元珠也是，元珠也没帮我说一句话，我都不知他心中到底有没有我。你做出那样的事，让元珠帮你说什么？他没将你打出去，便算得体了。你做错事在前，沈家不满，让谢家给个交代也不算过分，但还不过分？那还要怎样做才算过分？是不是为了沈家染谱，沈家如何对我，您全都装瞧不见？这婚约是元珠说要退的，既然他愿意，我成全便是。不过一桩婚事，我退了又如何？什么退婚约？跟你娘大呼小叫，成什么体统？且你说什么退婚？谁跟谁要退婚？爹，我要跟沈家退婚。主子，主子，你快出来瞧啊！主子，出大事了！老爷请了家法，正拎着棍子满院打谢旭川呢。这倒少见，谢伯玉怎么舍得打谢家的金疙瘩了？我听玄机院的下人说，谢旭川被打得到处乱跑时，口口声声喊着要跟沈家退婚。主子，您那一步棋有敌得逞了啊！跟沈家退婚，他怕是知道谢沈两家的婚约退不了，才以此做要挟，
想让谢伯玉退步，把江完素接进门罢了。谢伯玉不会成全他，但我倒是可以帮他这个忙。你找人把这东西送到江红手中，让他尽快带着江完素来谢家。对了，找人通知二房夫妻，有他们在，这水必会搅得更浑。晓得啦。老大，你这是做什么？将川儿打得这般狠！娘，你让开！今日不把不孝子打残，我就不是他爹。放肆！我看谁敢动川儿一下！娘，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婚事？无论川儿做了什么，你都不能打他。我说娘，大哥教训孩子，您在这等着做什么？岂能把大哥气成这样？必定是旭川做了什么丑事。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了？大哥怎么将旭川打成这个样子？旭川，你自己说，告诉你祖母，你都做了什么？你别磕了旭川，让他跪着说。谢旭川跪在地上，头垂得很低，始终不发一言。你不说是吧？好，我替你说。他翅膀硬了，要跟沈家退婚。退婚？为何要退婚？可是元珠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元珠一个没爹没娘的小丫头，能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是她做了对不起元珠的事，人家现在闹着要退婚。哟呵，旭川做什么了？他跟江家姑娘厮混到一起，如今连孽种都有了。厉害呀，有你二叔的风范。你就别添乱了。什么添乱？我当多大的事？不过是搞大了江家小姑娘的肚子，给点银子打发了便是。但这银子可不能从宫中出，大房的事我二房三房可不愿多管。你上一边凉快去，别在这捣乱。旭川要将他跟江完素的孩子抱回谢家，且要记在他跟元珠的名下。元珠不同意，要退婚。再说，你们当江家姑娘是什么阿猫阿狗吗？是我打发就能打发了？再说，你们当江家姑娘是什么阿猫阿狗吗？是我打发就能打发了？旭川做出这种丑事，是我当爹的管教不力。今日闹到母亲面前，孩儿就问问母亲的意见吧。既然旭川和元珠都铁了心要断这门亲事，我们不如就随了两个孩子心意，让旭川改娶江家姑娘算了。听见父亲真同意退婚，谢旭川垂在两侧的手突然紧握成拳。谢琪看着，无声冷笑：不成，谢沈两家的婚约不能断。莫说元珠手中还有一半染谱，就算没有，如今谢沈两家的生意也都搅在一起，断然退亲，对两家有百弊而无一利。看着谢旭川放松的脊背，谢琪抱着手臂倚在门边，眉眼间尽是胜券在握的悠然。就是，这婚事可不能断啊！江佑能在提督制造的位置做几年还不知道呢，没了江佑的江家屁都不是。但沈元珠手里的染谱可大有用处，只要娶了她，谢家有了正色染谱，随时可跻身皇商之位。别说一个江家女，就算是我也不敌沈家那颗明珠值钱。旭川啊，外面的女人玩玩就算了，万不能动真格的，孰轻孰重你得分清啊。你那是什么话？是他先招惹人江家姑娘，难不成你让他始乱终弃？那不然呢？不要沈家染谱了，要不然让旭川纳妾。这话一出，谢三娘脸色瞬时铁青。谢家发迹的早，但可惜谢家夫妻和谢三娘的兄姐陆续病亡，只剩下谢三娘一人守着偌大家业。后来她支撑不力，便招了比自己小9岁的家仆谢山为婿。但后来谢山野心渐生，赘婿竟也敢起纳妾之心。好在他行事果决，用了雷霆手段，放按下对方的心思。是以谢三娘最是厌恶这些风流韵事。妾室为乱家的根源，就算是旭川，我也不可能让他纳妾。祖母，孙儿从未动过纳妾的心，只是玩素他腹中已有了我的孩儿，我想接回谢家照顾，且此事元珠已经同意。听见沈元珠同意，谢琪垂眸，心中叹他懦弱愚蠢。只是叶蕴一说，此事是我对不住沈家在先，让我谢家给出补偿。什么补偿？1万匹今年的新棉布，1间松江的染房，还有1000两黄金。什么？好一个穷疯了的泼皮，他倒是敢开口。就打沈元珠是个能下金蛋的凤凰，那也不值这个价钱啊。总之我不同意，这是要我们谢家的命啊。此事是旭川不对，给沈家的补偿我们大房自己出，只是江家那头我亲自上门替川儿赎罪，看江家想要什么补偿。谢大奶奶要怎么补偿我女完素啊？不如也说来给我听听。谢大奶奶要怎么补偿我女完素啊？不如也说来给我听听。江红和江完素的突然到访，
惊呆了谢家人，唯独谢琦笑意更甚。江老爷，今日上门是知晓2个孩子的事了。江红哼一声，侧身让出站在他身后的江完素。老太太，谢家伯父伯母，你们千万不要责怪旭川，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雾小姐，您怀着双身子，怎能跪地？您这几日有的茶饭难以下咽，本就胎相不稳，此时万不能忧劳啊！是我的错，与旭川无关，是我辱了江家门楣，万不能再抹黑旭川的名声了。他嗓音孱弱中透着坚毅，在场众人除了谢旭川，都只看到了一个娇气而深情、不惜自毁的傻姑娘。孽女，你做出这种丑事，还有脸说错？当初他人引诱你的时候，怎不知喊错？现在又懂礼义廉耻了？若真的知羞，就该一根白绫吊死，省得丢人现眼。老爷，万万不可！小姐腹中怀着的可是谢家嫡长房的金孙。爹，旭川是这天下最有担当之人，是孩儿不配，是我逾矩，失了名节，是我行差踏错，不知廉耻。谢琦的视线在堂中跪着的2人身上不住游走，随后眼中浮现一丝了然。这江家庶女倒是聪慧，如今做足的这番姿态，看似是野鸳鸯矢志不渝，实则将谢旭川架于火上。但凡男子也敌不过心上人以命相护，而在谢家人面前，他展现了一个女子用情至深的模样。此时谢旭川紧紧低着头，任由江完素开口，却是没说一句话。亏欠玉林是真，想将他的遗父子收在名下，来日给他半府家业作为弥补也是真，但吵嚷要跟袁珠退婚，不过是他怒上心头，口不择言罢了。若江红真的要求他娶江完素，谢旭川微微发抖，不知为何事态会发展到如今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江兄，此事是旭川有错在前，是我谢家对不住你家闺女。您说，只要您张口，我必定给江家一个交代。我便知伯玉兄是个讲理的，我知道谢沈两家的婚约断不了，此事也并非旭川一人的过错。但女子跟男儿不同，这事传出去，我江家10几个姑娘可就都没有活路了。这样的孽，我江家背不起，你谢家也背不起。完素腹中怀着的到底是旭川的骨肉，流着你们谢家人的骨血。旭川跟沈家丫头有了婚约，我们江家也不想损两家冤盟。我江红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不如这样如何？我江红并非不讲道理的人，不如这样如何？完素腹中孩儿由我江家抚养，但抚养谢家骨血，我江家出了人，总不能还让我江家出银子可对。谢家人面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到底是谢家嫡长房的金孙孙，自是不能操养。我瞧不如就将谢家产业的30%过给这孩子，如此也算不辱没谢家嫡长的身份。众人闻言脸色大变，倒是谢旭川听见这话，长叹一口气，顿觉轻松。原本谢旭川所想就是给江晚素和玉林的遗父子一个安稳生活，虽如今需谢家出些银子，但江晚素可在江家养胎，更可亲自抚养玉林的遗父子，如此既不用把那孩子接回谢家，也不会威胁到他与元珠的婚事，算得上两全其美了。不行，谢家并非我大房一房的产业，我做不得这个主。若真是我谢家骨肉，怎能让他流落在外，让江红捏着谢家子孙无穷无尽勒索他们吗？那此事就交由谢老夫人定夺，如何？老身年迈，这几年已不管家中事宜，且此事事关两家名声，先由我考虑一二，过后必给江家一个满意答复。老夫人，这事虽是这么个理，但却不能这么办，也怪我江家女不知安分守己，闹出这等丑事。但我今日既已上门，就不可能让谢家再拖下去。谢旭川可拖，我家闺女的肚子可拖不了。莫要拖着拖着，你谢家又不认账了，那要如何？老夫人，您看这样如何？我呢，在这儿等一壶茶，您跟谢家几位爷商量一下，若有了结果，也好告知我。江红那厮真敢张嘴，也不怕风大闪了他的舌头。我先说好啊，别说3成家产，
就算是江红多要一份聘礼，我二房都不答应。大哥大嫂，你们到底是怎么教养旭川的？玩个把女人便算了，因为女人折进族里大半产业，这可就不对了啊！再说了，当时跟沈家定亲的时候，连谢氏耕织图都给出一半去。是谢家是换了沈家的染谱，但大头利益不还是落在你们大房头上？如今还想再拿大半家产给旭川赔礼，我可不同意。谢家还没轮到你做主，你跳哪门子的脚？娘，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家里光是给旭川娶妻，就险些把谢家折腾出去。来日我们迎寿娶妻，给女方多少聘礼？这份礼是不是也要按着大房的规矩来？若按着大房的规矩，我们认了。还有我们陆荣的嫁妆呢？嫁妆宫中给出多少？就是了，娘，就算你不为迎寿和陆荣考虑，还得想想静媛呢。你将家底掏空了，来日静媛娶妻，拿什么做聘礼？再说了，旭川和谢琪可是孪生子。旭川的婚事搞这么大的排场，谢琪来日如何？旭川作为谢家嫡长孙，多一些也罢了，但差的太多，可就不好看了吧？传出去还不知外人要怎么编排我谢家，怕得说这兄弟俩呀，不是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呢。怕得说这兄弟俩呀，不是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呢。话虽不好听，但不得不说，老二说的在理。便不说什么聘礼嫁妆，哪房花的多少，若真顺了江红的话，给他30%产业，我们又怎么跟沈家交代啊？将产业分给江家，又让江家在外养一个旭川的孩儿，这名声传出去，来日还怎么给静媛和谢琪说亲？哪个正经姑娘敢嫁给这样家风的男儿？且就算不讲儿女事，沈世柏夫妻活着的时候，可没少帮衬苏州府商会的人。如今我们纵着旭川做出这种丑事，一个欺负孤女的名声是躲不掉了。谢家若还妄想皇商之位，名声不能丢，江沈两家亦不能得罪。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旭川迎娶江晚素过门。女子婚前失贞，若迎她进门，便是江家教女不利。我谢家日后也可处处压着江家。至于旭川和元珠的婚事，那丫头不是说要跟旭川退婚，那就退了吧。她沈家提出来了，我们认个错便是，好过咱们一辈子受江沈两家拿捏。不成。谢沈两家已交换了耕织图和染谱，婚约怎能说退就退？我说大嫂，你也别太贪了，你们大房怎么什么便宜都想占？旭川给家里惹下这样大的祸事，我们为找大房算账已算仁至义尽了。反正耕织图和染谱都已经交换了，退婚又是沈家丫头提出来的，跟我谢家有什么关系？不如趁着这机会退婚娶江完素，这聘礼吗？婚前做出这样的丑事，给他出个10台都算抬举他了。谢琪见几人吵不出子午卯酉，不由冷冷开口：“何必退婚？三叔不是还未成亲？”这话一出，众人突然眼中一亮。谢琪见状，唇边浮现一抹冷嘲。在谢家，只有谢旭川不要的器物秽物才会丢到他手中，但凡有用的，绝技不会留给他。但无所谓，他有办法让这桩婚事落在他头上。说完这话，谢琪转身回了玉金堂。他还想看看谢旭川知道自己折腾没了跟沈家的婚事会是什么反应。可商议出对策来了。此事是我谢家有愧在先，母亲已决定让旭川跟沈家退婚。今月月底选出个黄道吉日，迎娶江姑娘进门。沈，不行，我不退婚。他不过是胡乱嚷了几句，从未真心想过跟元珠退婚。他只想逼父亲和母亲帮他安顿完素，以平心中对崔玉林的愧疚，但从来没想过要娶别人。轮不到你愿不愿，行不行了？明日跟我去沈家赔罪，将婚书拿回。母亲。江红拧着眉，虽不在他计划内，但用一个庶女跟谢家嫡长房联姻也不算亏。谢大奶奶仁义，婚期吃紧，咱就莫浪费时间了。我江家等您上门提亲。母亲，我不同意。其实完素腹中。小姐，您没事吧？完素，大夫呢？找大夫来。谢少爷，求您救救我家小姐。老爷如今已知晓小姐有了身孕，若不能在谢家谋个安身之处，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您跟小姐相识已久，求您给小姐一条活路。谢旭川抿着唇，想要去找祖母的心，
一下散去大半，颓然坐在屋中秀椅上。短短几日，往日意气风发的谢家少爷，忽而就散去一身神采。柱子，咱们九彩区是不是要有新奶奶了？还差一步，你去给张婆子传个信，让她搅黄沈家跟谢晋元的事。老夫人，老奴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老奴也不怕夫人您责怪，实在是心里有几句话不吐不快。三爷和大少爷都是老奴看着长大的，出了这档子事，不光您心中不舒坦，老奴心里也不好受。下晌里，我听大爷的意思说，咱跟沈家的婚约不断，但想将沈家姑娘许给三爷，可对？谢三娘嗯了一声，不愿多谈。老奴觉得不妥。哪里不妥？这您别怪老奴多嘴，沈家姑娘也算在您眼皮底下长大的，人品样貌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但只有一点不好。哪一点？她跟大少爷定过亲呐。您想想，沈元珠跟大少爷定亲这么久，往日二人看着也甜甜蜜蜜的，谁知道他们清白不清白？就算他跟大少爷是清白的，来日嫁进谢家，大家同住一个院下，这整日跟大少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您说万一两个人在，那岂不是让三爷做了王八？放肆！老夫人息怒，老奴并非随意编排大少爷罢了。起来吧，你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老夫人，三爷万万不能娶沈姑娘，就算他跟大少爷情根尽断，但整个苏州府谁不知他俩有过婚约？亲事一换，那必要传出些风言风语的。三爷那样芝兰玉树的妙人儿，来日外出，不知要让人如何诋毁呢？怕是要被说他抢了侄媳妇，平白辱没三爷名声。咱们三爷那样的人物，就算不能继承府业，来日考个功名，也是手到擒来。娶这么个有侠明珠，那你说要怎么做方能两全其美？您说把这婚事给二少爷如何？岂不是便宜那小畜生了？您先莫急，先听老奴说。二少跟大少爷比，那根本就是阴沟泥和天上月，是万万比不过大少爷的。等沈元珠嫁进谢家，一见二少是个银样蜡枪头，空有一副好看皮囊，内里则是个绣花枕头，必会更加念大少的好。夫妻不同心，来日无论是沈家姑娘还是二少，也就都更好拿捏些。你说的在理，只是眼下难在，不知该如何让沈家同意换亲。无需他们同意，我自有办法。小姐，花南枝带着谢家大少在正堂等您，说是来赔罪，但小枝说谢家少爷手中捧着一个红木盒，大小跟婚书无异，不像来赔罪，倒像是来退婚的。退婚？难不成江佑还能继续留在提督织造的位置？不好说，去见见谢伯母就知道了。花南枝坐在叶云衣身边，谢旭川一脸萎靡，活似几天几夜没吃没睡一般。昨日他想了一夜，终是决定放弃沈元珠。坚持太难，他无法承受玉林的死带来的愧疚，也不忍放任江晚素和玉林的一父子自生自灭。他更无法与家中斡旋，承担来自父母及族中的压力。或许少年情谊便是如此，看似纯粹，实则经不起半点波澜。一旦有些微外力，便如梦幻泡影，不堪一击。两家订婚这么久，整个苏州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你们说退婚就退婚，让我沈家姑娘的脸面往哪搁？这事是谢家对不起沈家，元珠是我跟婆母看着长大的，与我自己亲生女儿无异。若不是旭川做出这种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退婚。即便旭川是我亲生，他如今也万万配不上元珠了。我一想到他先前说什么将孩子报到元珠名下，我这面皮就烧得厉害。好孩子，你过来，我替谢家给你赔个不是。谢伯母莫这般说，两家结亲是为交通家之好。如今谢大公子有了心上人，元珠意愿助他与心上人百年好合，是元珠与大公子命中无缘，何来谢家的不是？谢旭川脸色苍白，猛一瞧见，似走了几日一般。是旭川没福分，配不上你。我今日上门是听旭川说你想退婚。谢氏看着对他家小姐亲亲热热，实则却一直将退婚的责任推在小姐头上。谢家婶子，您这话可就不对了。什么叫
我们原珠想退婚，那不是你家大公子逼着我们家姑娘不退不成吗？还有4个月成亲，怕累着我们原珠，嫡出孩子都自己准备好了。你们谢家是办了贴心事儿，但我们家姑娘可不能认呀。若认下了，外头还寻思我沈家的姑娘懒怠，新婚前还得辛苦自家爷们去外头犁地、耕田、播种，坐享其成呢。是旭川的错，所以今儿我上门赔罪，退婚书来了。旭川，你过来，给原珠赔罪。谢旭川一动不动，华南枝无奈叹息，自己站起身，朝沈元珠深鞠一躬，把魂不守舍的谢旭川打发走。华南枝才对叶蕴一道：“在你和原珠面前，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咱们2家定亲多年，双方是个什么境况，也不是不知晓。原珠和旭川的婚约虽是退了，但谢沈2家的亲事却是不能断。”听见这话，一直心中忐忑的叶蕴一微微松了口气，提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下。沈元珠嫁给谁他都不在意，但叶蕴一怕日后沈燕怀回家知晓他勒索谢旭川，导致谢家退婚，这样大的责任他可承担不起。听婶子这话，是想换亲了？是，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原珠是我看着长大的，不忍心越过他做主，所以来找他商议商议。无妨，无妨，您跟原珠先谈着，我去张罗午饭。方才说旭川配不上你，是真心之言，我亦不知他何时歪了性子，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但事已至此，我谢家只想全力弥补你，万不能让你再吃亏了。婆母疼惜是原珠的福分，你打小儿就聪颖懂事，世百夫妻活着时，咱2家就交换了染圃和耕织图，所以这婚事不好退。所以昨日我跟家里老太太商量了一整夜，想着旭川是没这福分了，但我谢家总还要娶你过门的。虽不能做旭川的妻子，但我谢家只认可你这个媳妇。老太太心疼你，说你若同意，聘礼再加8台。另外，静园的茜香院修了3、4年，往日你去谢家也瞧见过，再气派不过了，风景好又宽敞。他虽然不占长，来日接不了家中生意，但他相貌比旭川还要好上不少，人品自然也没得说。你也知道，老太太最心疼家里的嫡孙和幺儿，跟了他比跟着旭川强。而且谢家亏待你在前，你进门后，我们都会尽全力补偿。听到这儿，莹儿忍不住浅浅笑开。嫁给谢家三爷，他家小姐的辈分便上了一层，日后在谢家见了那奸夫淫妇，也能压他们一头。元珠，伯母想问问你，你对此可有意见？元珠没意见，全凭兄嫂和谢伯母做主。伯母知道你是好孩子，只是还有一件事要委屈你。伯母您说。旭川这事做得太难看，江完素的肚子等不得，江家的婚期也催得急，所以昨日我与老太太商量，想着在今月月底选个良辰吉日，把2场婚事一起办了。沈元珠垂眸，并未说话。婚事办得这么急，并不符合礼数，但他能理解谢家的心思，一来能堵住悠悠众口，二来怕是想抢在他阿兄沈燕怀回来之前，让一切尘埃落定。想到方才华南枝费尽心思将谢旭川打发走的模样，怕是谢家还担忧谢旭川成婚时候闹起来，一切皆是瞒着他进行。婚期定得仓促，但2家的大礼已经过完，如今虽然换了个人，但终究不算潦草。元珠，伯母一直等你嫁进门来，你若同意，今日我就将婚书更帖过给你嫂嫂。略一思索，沈元珠点头应下。你谈妥了？元珠是个好孩子，宁愿自己多委屈些，也想着我们旭川。从怀中抽出一张更帖和婚书，谁能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叶蕴一随手打开看了眼。旭川的孪生胞弟跟元珠也算般配，只不知燕怀是什么心思。我方才跟元珠商议过了，婚期定在本月月底，他是同意的，只是他心里难受的紧。旭川做出这种事，他做不出哭天抢地的行径，但到底是受了伤。沈元珠都同意了，他又有何话说？叶蕴一撇撇嘴，眼露不屑。这里头有1000两银子，是我私下贴给你补身用的。元珠心头郁郁，这几日少不得家人陪伴，你若得空多开导他些。您放心，元珠是我妹子，我亏待谁也不会亏待她。劳你费心了。方才我将婚书和更帖交给元珠，她一看上面换了名字，就要哭出来似的，所以我想着这东西就放在你手中，这几日
也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换亲的事了。婚期已定，谢家忙起大婚事宜，而谢旭川自从退婚后，日日闭门不出。花南枝去过提亲院一次，不过刚进院就闻见冲天酒味，他恨谢旭川不知长进，一气之下转头离去。二少爷，李妈妈，二少爷年纪也不小了，家里给您说了桩婚事，这姑娘你也知道，正是沈家的大小姐，家里事想必您清楚，这婚事能落在你头上，也算二少爷还有些用处。另外，老太太开恩，将三爷原本的茜香院拨给了您跟二少夫人。大婚前，二少爷有时间就搬去茜香院吧。谢家人对谢琦向来很是轻慢，如李婆子这种谢三娘身边人，有时对她更是非打即骂。如今这施舍般的语气，已算温和。婚期定在今月月底，因着仓促，所以家中没给你做新的喜服。这一件是先前给大少试穿的，大少嫌款式不够新鲜，老奴拿来给你试试。谢琦站在原地未动，李婆子眉眼愈发冷淡。二少爷也不必嫌弃，这些年捡了大少爷许多不要的，何差眼下这一个半个的。说完，他也不管谢琦有没有反应，放下手里东西，转身离去。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早晚将他那一双狗眼挖出来才想听。主子，前些日子我就让铺里给您备了喜服，大婚前定能赶出来。让你备下的东西准备如何了？小的让铺中人给沈家小姐收了套纯金点翠的头面，花了不少银子。主子，你那钱匣又单薄几分？无妨。主子待新夫人真好，若您二人日后和和美美，那老钱婆倒也算做了件好事。我不奢望什么和美，只求沈元珠不是那等蠢到没根的就成。但看对方几次举动，实在不像聪明人。若不是他插手，沈元珠未必会改嫁于他。说来倒是他亏欠对方，因此谢琦愿意在其他方面以作弥补，譬如与他金银等物。不过二少奶奶也算您的福星，还没嫁过来，咱们就可以搬去茜香院了，那里可比提起院还宽敞明亮。小姐，大婚不到3日了，您的嫁妆回去帮我研墨，我要给苏州府商会的那些书帛送贴。听见这话，灵儿激动得直拍手。叶蕴一嫁进沈家这些年，和沈元琼从他家小姐手里骗走太多东西，如今一次性取回才好。元珠快来，父亲母亲疼爱你，刚出生就开始给你准备嫁妆，如今终于等到你要出嫁了。罗妈妈和灵儿还有小芝是自小照顾你的，自然要做陪嫁。我再将我房里的银簪拨去给你，凑个双儿。这百子多孙的黄花梨拔布床打了7、8年，前段10日刚打完，你带去谢家。另外这同套的门户橱、大衣橱，还有那大红樟木箱、黄花梨的8仙桌以及8把圈椅，我明日找人一并带去。哦，对了，大红樟木箱本是2对，4个。但我做主分给袁琼1对，她母亲过世的早，无人张罗这些。你做姐姐的，让出2个给妹妹可好？好的呀，嫂嫂。好，元珠，余下就是你大婚礼服、内衣、鞋裤等物了。那些个东西家中已为你准备妥当，你不必担忧。满库房的嫁妆看似十分多，实则他娘亲为他搜罗多年的头面首饰、名价墨宝、数百匹名贵细软、珍贵皮草，父亲亲手打下喜字的赤金喜钱等物，全都不见。母亲过世前，沈元珠虽然年幼，但已有记忆。他还记得母亲曾找到12颗异色宝石，为他打了6套耳饰，而这些全都不见了。沈元珠想了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真是谢谢嫂嫂了。我嫁进沈府的时候，你才豆大的孩子，说是姑嫂，实则我一直拿你和袁琼做亲姊妹对待，所以你大婚，我必要里里外外、仔仔细细为你打点妥当。只是你也知道，沈家虽然富庶，但这几年因为封刚的缘故，生意已经大不如前，家底也不如原先丰厚，所以我想着能不能从你的嫁妆里给袁琼留1、2分东西，也不必多，零星几件首饰便可。谢家是高门大户，与之打交道的也都是苏州府有头有脸的商户们，日后袁琼选择夫婿，应也是在这些人家里。嫂嫂并非贪图你那点东西，而是想着你们姐妹都嫁人后，日后在富人圈中总要相见，你嫁妆比袁琼多出许多，她必然要吃味，为了这点小事伤姐妹和气，也不值得。这是想从他口中骗出话来，
这些年沈元琼从他手里拿走不少东西，叶云一这是想把这些东西都过了明路。嫁人后，若他想追究，今日的话便是赌悠悠重口的由头。且你姐妹嫁妆差距太大，日后传到夫家，人家只会说你不够贤淑，不知疼爱弟妹，平白落个跋扈名声就不美了。嫂嫂说的是，元琼妹妹喜欢什么，尽管拿去。听说父亲在时，给你在城南买了个庄子。父亲去得早，母亲过世时你年岁还小，手中有些什么东西，你得亲自捏好，莫让身旁人钻了空子，欺你年小性弱。罗氏眼皮微抬，这是明里暗里说他刁奴欺主呢。爹爹是给我留了处庄子，娘亲还给我留了些田契、铺契。只是这些东西我平日从不打理，究竟有多少还真不知。叶云一眼睛雪亮，嫂嫂帮你清点，这些东西你带去谢家，可就改名换姓了。姓谢自是不如姓沈，你觉得嫂嫂说的可对？嫂嫂说的十分在理。灵儿看着沈元珠，忍不住将脸转到一旁。他家小姐骗起人，还真是信手拈来。那我一会儿就到你房中，好好清点一下这些玩意儿。沈元珠摇头，我房中堆了许多大婚用的东西，乱得很，一时找不全地契、铺契等物。不若明日我让奶娘跟嫂嫂一起对一遍那些清单。明日会不会来不及？对过嫁妆清单后，就需送至夫家，不如今日来得及。也成的。从沈元珠手中得了太多东西，叶云一丝毫不觉有什么问题。他已经在心中盘算，哪些东西是可以留给他儿子和夫君，哪些东西是可以给沈元琼，而又有什么能够送去松江。夫婿归家，又要有一大笔银子进账。叶云一喜得无可不可，跟沈元珠告别时，裙摆甩得飞起。罗氏看着他的模样，悠悠摇头。沈燕怀夫妻当真是贪婪成性，厚颜无耻。那些个请帖可送出去了？送出去了，那就等明日商会的叔叔伯伯们上门对嫁妆清单好了。那些个请帖可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沈元珠狡黠一笑，那就等明日商会的叔叔伯伯们上门对嫁妆清单好了。叶云一刚领着沈元琼进门，就见沈元珠带着诸位夫人小姐浩浩荡荡往外走。这是做什么去？诸位夫人说想看看我的嫁妆，我便想着左右今日也要点了送去谢家，不如边点边看，也让婶婶们帮我长长眼。知意还有孕的时候，就开始给小圆珠准备嫁妆了。那些年她搜罗了许多好东西，今儿啊，哪里是帮她长眼，分明是让我们长长眼才对。几位还没出阁的小姐一起点头，叽喳吵着要去见识见识。沈元珠站在原地，笑盈盈看着一脸菜色的叶蕴一和面色微微发白的沈元琼。娘亲过世前给我留了嫁妆单子，上头不仅记有嫁妆种类、物件名称、金银个数，甚至还有图样。叶蕴一唇色发白，整个人忍不住打颤。他看着沈元珠似笑非笑的模样，恨得牙根发痒。这小贱人，这么多年一直在装乖充愣，还有季之意那个短命的恶妇，一直都在提防他，连死了都还要害他。沈元珠也是故意的，故意在送嫁妆这天找了苏州府商会的人来，故意挑唆他们去看什么嫁妆，还故意拿出连名带模样的嫁妆册子。若他不把册子上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整个苏州府商会的人会如何看他？这些年，沈元珠在外一口一个亲阿兄，一口一个亲嫂嫂，他还当对方傻得没了人样。可谁能想到，这小贱蹄子竟然忍了这么多年，就为今日阴他一把大的。叶蕴一猛地向后踉跄了一步，却被沈元琼扶了一把。库房离我的院子远了些，左右今日也要清点，不如嫂嫂让下人把嫁妆搬来我院子可好？这里宽敞，日头也足，看得也清亮些。叶蕴一抬头，就见沈元珠朝他乖巧笑笑。这贱人，这是让他今日内把沈元珠的所有嫁妆全数奉还，不然就让他身败名裂。若今日事传出去，不光是他，就连沈燕怀也会被拖累。一个坑骗妹妹嫁妆的人，往后在商会里还怎么抬起头来？信誉尽失的人，日后谁还会与他来往，与之做生意？且这些事，沈燕怀根本就不知道。若被他知晓，他一定会休妻的。是了，家中库房偏远，哪能劳烦贵客？你们在此等着，我让下人把嫁妆都抬到圆珠院里来。多谢嫂嫂了。快去库房，把沈元珠的嫁妆整理出来，送去他院子。另外，钱妈妈，你去我庄匣里，将所有沈元珠和季之意的东西都拿出来。夫人，出什么事了？
三言两语告知，叶云一发疯般翻着自己的衣橱，那些个布全都做成衣裳了，我拿什么还给他？那些个布全都做成衣裳了，我拿什么还给他？去沈家铺子中取一批布来，就说急用，记在我账上，让铺里的人莫跟燕怀说。不对，不够，我记得还有一只珊瑚珠钗，怎么不在这儿？上次舅老爷来，您给他夫人了。什么？那就找一只。不，把这些新的全补上去。这些年，他从库房和沈元珠那里拿了太多东西，他根本记不住自己都拿过什么，拿了多少。这沈元珠说不想把东西给他，往日他拿的时候分明可以说，可他偏不，偏要等到今日，要让他颜面尽失，让他在整个苏州府再无立足之地。想到被沈燕怀知道的后果，叶云一发狠一般，除却夫君赠我和我平日常戴常使的，其余所有新的8、9成新的全放进他的嫁妆里去。另外，吴妈妈和妈妈跟我去2小姐房里。你们这是做什么？给我推不开就给我砸。沈元琼身边尽是年岁小的小丫头，挡不住5大3粗的婆子，3、2下门就被吴妈妈推开，沈元琼也被掀翻在地。给我搜，把所有大小姐的东西都拿走。2个婆子对视一眼，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沈元琼，哪些是沈元珠的。如今迫在眉睫，也无时间分辨，只一股脑将看见的所有东西都抄走。这都是我自己的东西，你们谁敢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没断的汤根呢？今日不将沈元珠的东西还给他，让商会的夫人们知道你偷已是主母的遗物和长姐嫁妆，日后你还想不想在苏州府说亲了？你还有脸说我小门小户出身，眼皮子浅到没边的短视东西？沈元珠的玩意儿不都是你偷来放在我这里的？你怕兄长知道，便想将一个屎盆扣在2人头上，好分摊你脑袋上那一滩稀屎。若不是季之意那短命的无心为我阿兄寻一门好妻，你就是给我阿兄提鞋都不配。沈元琼的话直接戳在了叶云一的心尖上，往日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亲姑嫂，如今梗着脖子嗷嗷对骂。一箱箱的东西流水般抬进沈元珠的院子，罗氏和灵儿拿着带了图样的红册，一样样清点过去。那些个夫人小姐站在一旁观看，偶尔笑着赞叹精美奢。过了许久，院子摆满了嫁妆，夫人小姐们看得累了，一个个失了兴趣，重回自己座位。叶韵一才姗姗来迟。嫂嫂来了，这嫁妆是不是还未送完？我看册上还有好多东西都……元珠，家中来客，嫂嫂方才忘了给你添妆，这会儿刚想起，嫂嫂跟你阿兄给你添了1万两。这是有些东西填不上，讨饶来了。这话一出，周围嗡一声，就算是官家小姐出嫁，也未必有这样多的陪嫁。沈夫人，您对元珠实在是太亲厚了。我跟燕怀一向拿元珠当亲妹妹对待。是啊，阿兄和嫂嫂待元珠最好了，元珠日后一定好好报答兄嫂。弹指之间，婚期如约而至。沈元珠手中捧着一个大红苹果，正坐在房中，心里正紧张着，就听一阵急促脚步声。小姐，出什么事了？接亲的队伍绕街撒喜糖喜钱，因为要光大门面，所以在沈家和谢家铺子前走了许久。沈家铺子的人说，接亲的人根本不是谢晋元，而是谢家2少爷谢琦。谢琦？他微微垂眸，想着花南枝前些日子来家中提换亲时发生的一切。那日花南枝只说成婚后住进谢晋元的倩香院，除此之外再没有提过谢晋元一个字。小姐，怎么办？接亲的队伍就要来了，可谢家这分明就是骗婚，如今我们怎么做？这婚事还结不结？结啊，如何不结？2家过了婚书，当日花南枝来提换亲时，分别将我和叶韵一分开。如今想想，是他2头瞒骗罢了。怕是全天下只有我不知新郎不是谢晋元。眼下接亲的轿子就要入门，花南枝是笃定我不敢跳出来说新郎不是谢晋元的。这哑巴亏，他不吃也得吃，不仅不能闹，还要欢天喜地的嫁给谢琦。罗氏气得头脑发晕，却也知道他家小姐说的对，跟当哥哥的退了婚改嫁弟弟，弟弟的花轿都上了门，难道还能跳出去说要嫁给叔叔不成？小姐，那您说新姑爷知不知道这事？若新姑爷是个品行不端，顶替他人之名婚嫁的，当真也太卑劣了些。
谢琦在谢家默默无闻这么多年，一看便知不得谢家重视，把我塞给不受宠的谢琦，多半是因为谢老夫人对我跟谢旭川定过亲，心有芥蒂。既是心有芥蒂，这等污点般的事就不会跟谢晋元说，谢晋元本人都不知道，其余人更不会知晓。毕竟谢老夫人不会舍得让自己最受宠的儿子背上一身脏名，所以谢琦大概率也不知道谢家所做的一切。只是我完全不知谢琦是个什么性子的人，有些麻烦。不过也罢了，今日便知道了。罗氏眼眶一红，心里万分惶恐。他们只知道谢家不待见谢琦，却从未打听过这人。如今知道，竟直接成了新姑爷。听见罗氏的啜泣，沈元珠心下一软，她从未见过奶娘落泪。奶娘莫怕，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谢琦也不会是什么恶毒狠辣之人。若是恶劣宵小，这些年苏州府总该有些传闻，既不见半点风声，顶多生性愚钝，亦或是体弱多病，人蠢些，弱智些。于我倒是好事，比谢晋元更好拿捏。您知道我的性子，便是龙潭虎穴也能闯一闯的。老奴不怕，小姐也不必怕，无论谢琦是什么人，老奴都会护着小姐。罗氏就见一个高大的男人踩着并蒂连喜字纹的皂靴潇洒入门，不知身旁有人说了什么，谢琦垂眸轻笑，一瞬间锐眸中揉杂进点点柔和，中和了微笑时的冷峻，平添几分温润如玉的少年温雅。他身上斜披红色锦缎，衬出男人劲瘦有力的腰，往前一站，活脱脱一幅金贵雅致的美男图。罗氏忍不住嘶的一声，怎么了？小姐，新姑爷长得俊秀极了。咦，很俊吗？比谢旭川俊秀100倍，又高又俊。晚间洞房花烛时，小姐有的美了。吉时已到。今日谢家有2场婚事，按说3拜之礼应当拜天地、拜高堂，且须得在堂屋正厅。可谢琦的3拜礼被安排在了茜香院，座位之上也只有谢琦的祖父谢山在。晕乎乎拜过3拜，沈元珠被罗氏搀回房。沈元珠一动不动坐在婚床上，大红刺目。谢琦犹豫片刻，走到桌前，拿起白玉秤杆，挑起盖头。谢琦居高临下看着沈元珠，就见一个面庞白嫩、下颌圆润、黑漆漆的眼，好似成了一汪清水般娇生生的姑娘，愣愣看着他。说不上拥有绝世美颜，但谢琦觉得元珠这名字很衬她，柔和温润，虽不够璀璨，但明珠生韵，自带沁润入皮的荧光，让人心生好感。烛光入目，要得沈元珠眼睛发酸。她仰头看着谢琦，不适地眨了眨。这谢琦真如奶娘所说，是极俊的一个人。大红色的龙凤烛突然发出碧波声，让人堪堪回神。谢琦转身拿起合卺酒，沈元珠亦从善如流，与之交杯。谢琦从床尾抽出一个盒子，成婚前就该送到沈家的，但我不想经谢家的手，不如亲自交给你。盒子打开，里面放着一叠银票，还有一套头面以及一对翡翠镯子。沈元柱看着展颜浅笑，并非他看中这些东西，而是谢琦这人实在有些意思。说不想经过谢家之手，是摆明了告知他对谢家心有不满。吧嗒一声，沈元珠合上盖子，下了拔步床，烈酒灼喉，他也沾上些微醉意，摇晃着从嫁妆箱子翻出一个包裹。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未嫁时给夫君做的鞋袜衣衫。他垂着眼，极具欺骗性的乖顺让谢琦微微屏住了呼吸。你试一下，看可否合身。良久，好似经历许多挣扎，谢琦才将身上喜袍褪下，换上外衫。他比谢旭川高出很多，这长度一看便知不是给谢旭川做的，莫名生出些欢喜。这是他自出生以来第一次有人亲手做衣裳给他读给他。他往日的衣靴都是谢旭川穿小穿旧的，可他身量比谢旭川高出许多，那些短了衣袖短了襟的东西，他实在是见之生厌。莫名的，谢琦觉得此刻心境有些微妙。我很喜欢，辛苦你。沈元珠视线在他身上游走，心中满意。未想谢琦跟谢晋元的身形相差不多，红烛摇晃，酒意醉人。
看着谢奇褪下衣衫，沈元珠仰头问了声：“要洞房了吗？”罗氏跟他说过大婚流程，他都知晓。沈元珠站起身，随手解开身上嫁衣，嫁衣褪下，露出内里的红纱内衫，羞赧一闪而过。但只犹豫片刻，他便抬手解开颈前的红绳盘扣，盛雪般的圆润肩头与大红鸳鸯亵衣相映，险些晃晕了谢奇的眼。要洞房了吗？你忙碌一日，你先歇息，我去榻上睡。沈元珠微微蹙眉，瞬时酒醒3分。原来他也嫌他与谢旭川订过婚，嫌就罢了，左右他不在意。若他的夫婿能给谢翠房生银子，便是有用；若不能，那有他无他皆可。他睡得香甜，却是不知还有一人缩在小榻上，经过软毯，不敢轻举妄动半分。谢奇狠狠蹙眉，一脸阴沉地搓了搓滚烫的耳尖，也不知今日的酒到底是谁准备的，实在是太烈了。夫君，夫君，你可醒了？今日要给祖父祖母还有爹娘敬茶，夫君若醒了，就来更衣吧。谢奇点头，准备起身，可刚一动作，就觉浑身如被人捶打一整夜般，酸痛至极。似是看出他的窘境，沈元珠抿唇一笑，圆润面颊上露出一个浅浅的梨窝。我去为夫君挑选衣裳。不必，穿你昨日送我的衣裳便好。夫君与我想到一起去了，当真是夫妻同心。谢奇冷着脸，略有些烦躁地狠狠擦过耳尖。夫君可要我帮你更衣？这些琐事交给下人便好，你无需操劳这些。谢夫君怜惜。沈元珠一口一个夫君，听得谢奇面皮发紧。咦，读书人不是都说洞房花烛夜是人生4大幸事吗？怎那主子眼下一圈青黑？可是新夫人还对提起院那位余情未了。想到昨日沈元珠仰着头问他是否要洞房的模样，谢奇侧过头，含糊说了声没有。那主子你怎么是这个模样？二少夫人对谢旭川并无私情，只是他怎的了？往日元旭就曾说过，女子与男子并无区别。他也曾见过宫中女子爱色，更有甚者目色而痴。二少夫人怕也是患了此病，洞房花烛，他见我容色，便难以把持。主子的确比谢旭川英俊许多，二少夫人被您迷了心智，也属寻常啊。对了，小姐，还有一事老奴要说。昨日您跟姑爷大婚，姑爷院中有个叫明和的丫头，哭红了眼，硬是要闯喜房，几次都让老奴和小芝给按了下来。老奴听他口中嘟囔，说什么她才该是谢家的二少夫人。虽这丫头纯属异想天开，但听那话，姑爷与她保不齐有点什么。我昨日便发现了，茜香院里就没有丫鬟。这一个怕是跟了谢奇很久。谢奇虽是嫡出，但明显不受待见，可用的人不多，也不让人意外。这叫绵和的小丫鬟，很可能是打小跟着他的。两人在后宅里抱团取暖，生些情愫，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就说昨日要与谢奇洞房，那厮退得那样快。如今看来，不光是嫌他身份，还有这小丫鬟的原因在。我们初来乍到，不好轻举妄动。那丫鬟先不管他，若真做了出格的事再说。夫君准备妥当了。一声夫君拉回谢奇思绪，他淡漠点头，没其他的神色。沈元珠上前直接挽住谢奇手臂，那我们走吧。二人携手走出院子，一路去了玉金堂。元珠来了。沈元珠挽着谢奇的胳膊，羞涩般往他怀中躲了躲。谢奇低头想了想，安慰似的在他手上轻拍2下。小夫妻感情真好，你二人站一起，当真是男才女貌，登对十足。旭川他们怎么还没来？母亲，您还不快去找人请？耽误了吉时是小，让一家子长辈等他，他也不怕折服。提到谢旭川，沈元珠明显感觉到谢奇的手臂有一瞬收紧。这人不光嫌他，还是个心眼不大的。想了想，他将手松开，手臂上的温度骤降。谢奇瞬时觉着牙尖发痒，听到谢旭川要来了，就赶忙松开他的手。你若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折服2字实在刺耳。谢三娘听不得这个，却也知道谢旭川这2日的确不成体统。昨日大婚刚拜完堂，他便喝得酩酊大醉，婚宴上更是嚎啕不止，令往来宾客好不尴尬。
如今召见礼都不出现，当真是被那小骚蹄子带坏了。去路上迎迎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这几日谢旭川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只因为有醉酒，才能让他忘却痛苦。未与江完素成婚前，谢旭川想，就当他今生还债，成全完素与玉林。毕竟他与沈元珠虽有情谊，但与崔玉林的兄弟之情更重。可真与元珠退婚后，他又后悔了。尤其是昨日江完素身穿喜服与自己对拜之时，这种悔意令他几次想冲出门去找元珠。谢旭川想，他大约许久都见不到元珠了，也无法与他说声抱歉。可未想大婚第2日，他放清醒一些，就见到沈元珠笑意盈盈站在自己面前。元珠，元珠见过大哥。大哥，元珠，元珠！眼看着他跑到谢奇身边，你嫁给了谢奇，什么时候？是昨日，是昨日与我一起大婚的，所以你们全都知道，是不是？整个府里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所有人都欺瞒我，是不是？谢旭川不过是17、18岁的少年，此时猩红着眼，狠厉地扫过屋内众人，状如困兽。他昨日宿在外间，心中却想了沈元珠一整晚。他想了许多，甚至卑劣地想过他和元珠的婚事，整个苏州府无人不知。如今2人退了婚，元珠短期内，起码1年内不会谈婚论嫁，如此他就有了机会。待江完素1年后生下孩子，他寻个由头给完素一笔安身立命的银子，他就可以去找元珠了。那时候应尽的责已经尽了，既对得起玉林，也对得起元珠。若元珠喜欢谢家产业，就给他，给他们的孩儿。可没人告诉他，元珠跟他同一日成了婚，嫁的还是他的胞弟。谢旭川睁着眼，心中喉中泛出一股苦涩。他来不及离开，竟是弓下身，哇一声吐了满地的苦水。元珠，我们走，你跟我，不，我跟你走。元珠，我们走，你跟我，不，我跟你走。旭川，吉时到了，该给祖父祖母敬茶了。元珠，夫君护我。似害怕一般缩在谢奇身后。夫君二字一出，谢旭川立刻伸开手，不管不顾地去拉沈元珠，却是被谢奇抬手挥开。他长手一捞，将人推出玉金堂。看着谢旭川死死瞪着自己，犹如斗兽一般的模样，谢奇忍不住笑出声来。太久了，他等这一日太久了。自有记忆以来，终于轮到他抢走谢旭川的心爱之物。此等感受，说一句通体舒畅也不为过。你为什么会娶元珠？你难道不知他与我自幼订婚？订婚又如何？你不还是与江家女有了首尾？在你同意与沈家退婚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这个结果。如今又装什么情深？谢奇的话犹如钢针般刺穿谢旭川的心，他疼得浑身一凛，却没能发出声音。或许是他与沈元珠相识太久，2人也足够亲近，所以谢旭川从来没想过失去沈元珠。同意退婚，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可以承受失去元珠的后果。而崔玉林已死，只留下一个遗孀和一父子。他自以为冷静，将3条人命与元珠权衡，终觉自己行的是兄弟之义，圣人之仁。可看见元珠站在谢奇身边，他还是悔了。谢奇，我知你这些年一直想要与我争，但元珠不是可以弥补你内心不平的误解，她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该成为你憎恶谢家、报复我的筹码。我要带元珠离开谢家，你想要的，你想争的，谢家的一切都给你。谢旭川，你真是无耻！我该说你天真还是愚钝？你不会当真以为世间万物皆存于你，可任由你随心所欲，全无障碍？你想与人婚前有染，就不顾婚约在身；想退婚就退婚，如今毁了，又生出与弟媳私奔的心。谢旭川，别做梦了！你放心，我会好好待元珠，不会因他曾与我胞兄定过亲而嫌恶于他。我2人会鸾凤和鸣，青山共赴，早日为谢家开枝散叶。哦，对了，原来沈元珠是那样粘人而娇怯的性子，她胆子小，容易受惊，总是缠着我夫君，夫君喊个不停。她往日与你一起时也是这般吗？哦，或许你也不知，毕竟她胆小，便是有婚约，也不敢与你走得太近。她不比大嫂胆大张扬，敢婚前就勾得你朝秦暮楚，痛快地与她退婚。看着谢旭川朝自己面门挥来的拳头，谢奇轻飘飘推开，
这一刻，他眼中翻涌着愉悦，万分残忍地看着谢旭川。有些事他以为谢旭川不懂的，但今日所见，他分明什么都知道。知道谢家待他苛刻，知道谢家视他如无物，更知道他与众星捧月时，还有人缩在阴沟内，独自舔舐遍体鳞伤的伤口。俩人厮打起来，很快被谢家下人拉开。若是平时，谢奇敢动谢旭川一根手指，谢家人定不会饶他。可如今，众人齐齐噤声。实在对不住弟妹，旭川吓到你了。嫂嫂言重。我知道你怨恨我与旭川，但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般。我跟旭川之间实在有些复杂，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但无论前尘如何，往事都该烟消云散。既然你我现在都嫁进了谢家，各守本分方是正道。弟妹日后就绕着他些吧，莫再出现在旭川身边。我知道弟妹与旭川没什么，可外人看着总觉得你二人是不清白的。今儿玉京堂里都是自家人，我便不藏着掖着了。有些话总该说的。你与旭川之间未成婚便罢了，这成婚后还是避嫌为好。他一番苦口婆心，听得谢三娘连连点头，花南之眼中也露出几分赞同。几句话之间，仿佛方才一场闹剧皆是沈元珠挑起一般。沈元珠眨着眼，一脸懵懂。弟妹，若你真心向着旭川好，就该知晓有些名声他一旦背上，这辈子就毁了。莫说日后山海行走，就连这苏州府怕都待不下去。旭川与其弟不同，其弟他日后不需接手谢家生意，亦不怕流言蜚语。今时毕竟不同往日。江完素知道这几句话会让沈元珠陷入尴尬境地，但她别无他法。她嫁进谢家的方式并不光彩，也不如沈元珠那样嫁妆丰厚，得下人高看。更遑论手中还握着沈家染谱这等筹码。沈元珠不似她，她能做的唯有拼命讨好谢旭川和谢家人，让他们尽快忘了她未婚先孕之事，在谢家站稳脚步，其余东西方能开始徐徐图之。这一番话下来，的确打消不少谢家人对江晚素的看法，就连魂不吝的郑叔都微微叹息，端了几分揶揄取笑的心思。唯有谢奇听得面如寒霜，在看见沈元珠一脸崇敬认同地看着江晚素时，他无奈上前。谢奇正要开口为沈元珠解围，就听对方满是担忧道：嫂嫂，您莫急，有事慢慢说。听奶娘说，女子有身孕后难免身子沉重，您瞧，不过几句话您就虚成这般。您有孕已久，不能事事忧心操劳，需避免胎相不稳。娘亲就是生我时伤了根本，以至于身子大不如前。您眼下正是有孕的紧要关头，切莫疑心太多。我与大哥虽有过婚约，但婚前恪守男女大防，从不曾私下有些什么。谢家祖母也都知晓，我谢沈两家联姻更多是为商场之事。江完素越想让人忘记她腹中孩子，沈元珠就越是不停提及。她句句不离有孕生产，又暗辨她疑心病重。本就满头薄汗的江完素，这一会儿整个后脊都湿透了。她被噎得没了声，只好去看谢三娘和花南枝。可沈元珠几句话，一下便让他们想起造成今日局面的罪魁祸首是谁了。他能几句话挑起谢家人对沈元珠的厌恶，沈元珠自然也能让他难堪得无地自容。祖母母亲，嫂嫂有孕在身，不好多等，不若先行朝见礼敬茶吧。他这一提醒，就连谢静元这等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淡然处之的性子，也忍不住尴尬一瞬。朝见礼，有孕在身，给婆母敬茶。屋中静了一瞬，谢奇见众人清白交加的脸色，强压欢愉走到沈元珠身边。我与夫人一起。谢奇站到沈元珠身边，夫妻二人很有默契地看向江晚素。江晚素面上青一阵白一阵，一时不知作何反应。谢旭川不在，这茶他敬与不敬都很怪异。给大少奶奶端茶。大抵这两个孙媳妇都不合谢三娘心意，她与谢山轻抿一口，便放在一旁，就连给孙媳妇的见礼都敷衍似的让李婆子分给他们。花南枝也是如此，两碗媳妇茶喝得沉默不已，给二人的东西也不过普普通通一个玉镯。沈元珠戴在手上时，垂眸一瞬，他分明记得有一年，花南枝捧了个很是金贵的玉匣，炫耀似的给他看。那时花南枝曾说，等他日后进门敬茶时，做违心付礼给他。看来花南枝是十分不喜谢奇和江晚素了。
查进到二房时，郑叔笑眯眯接过沈元珠手中的茶盏，径直越过了江完素，且给他与江完素的见礼也颇有差距。江完素手中是一只金簪，而他却是一整套首饰，厚此薄彼做得这样明显，谢家二房着实有些意思。给谢静元敬茶时，他行为举止上不见半点偏颇。谢琪起身时还拍了拍他的肩，沈元珠便知这人是个滴水不漏的。元珠来见见，这是你大妹妹陆蓉。郑叔拉着谢慕容走到沈元珠面前，直接越过了江完素。江完素咬着唇，柔弱无措地站在一旁。慕容啊，这是你二嫂嫂，快喊人！大嫂嫂、二嫂嫂，知道今日见弟弟妹妹们，嫂嫂早早给你们备了礼。他身后的紫堂上前，恭敬递上一个盒子，快打开看看。谢慕容打开，里面放着一只江南新样式的绒花簪，绒花做的栩栩如生，花蕊正中俯卧一只胖嘟嘟的蜜蜂，很适合谢慕容这个年岁的姑娘。多谢大嫂嫂。郑叔低头看了眼后，直直撇嘴。慕容，看看你喜不喜欢。灵儿也上前递了个盒子给谢慕容，红木盒中是一块羊脂玉压金，玉质温润，触手生温。二嫂嫂，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再贵重你也配得起，何况只是寻常一块押金。你二嫂嫂让你收着，你便收着，日后也好留作嫁妆。这样上好的东西，也就你二嫂嫂拿得出。江完素闻言，隐晦而复杂地看了眼沈元珠，随后低下头。这沈元珠分明是故意的，想来这沈元珠还在心中记恨他抢了谢旭川。如此想着，江完素也觉委屈。谢旭川于心有愧，想要弥补又不是他的错，这沈元珠何苦处处为难他？既然都见过了，那就过来说说正事吧。元珠，当年谢沈两家定下婚约时，曾说过待成婚后会交换谢氏耕织图和沈家染谱。如今谢家另一半耕织图在这里，你拿去。李婆子端着走到沈元珠面前，沈元珠却是一动未动。华南枝不懂他什么意思，蹙眉不语。谢琪也不知沈元珠想做什么，只是站在一旁看他这新婚妻子如何应对。他在谢家不受重视，若沈元珠将立身根本交了出去，日后的路怕是不好走。沈元珠歪着头，很是困惑地看着那本谢氏耕织图，良久才喃喃道：娘亲，我有一事不明。娘亲，我有一事不明。有什么不明白的？当年谢沈两家定亲，我母亲说的是日后成婚要将染谱送给我的夫君。当年定亲之人是谢旭川，是谢家的长房嫡长孙，更是日后接手谢家产业的继承人，所以这染谱给谢旭川还是给谢家并无区别。但如今他成亲的对象换了人，当年的约定自然也有了变数。若夫君要沈家染谱，我别无二话。华南之本就不喜谢琪，如今听沈元珠这意思，竟还有让谢琪插手谢家产业的意思，不免心中不悦。这是两家的约定，难不成你要反悔？谢沈两家的婚事是我爹娘的遗愿，元珠自然不会反悔，但我也的确拿不了主意。毕竟夫君如嫂嫂所说，日后不会接手谢家生意，沈家染谱是我沈家先祖百年心血，我如今实在拿不定主意。那你且说，如何才能将染谱与谢家交换？祖母，元珠想过了，元珠想问问母亲，若母亲同意，我就将染谱拿出与谢家交换。你母亲都死这么多年了，还怎么同意？元珠，莫说胡话。我想过了，今日回倩香院后，我就日日沐浴焚香，以求娘亲显灵，托梦于我。笑话！夫君，我怕。谢琪还未细想，就已向前一步，将人挡在身后。谢三娘眼中满是怒火，花南枝的心思却复杂许多。当初她会同意谢旭川退婚，就是因为她觉得沈元珠手中虽有染谱，但其人软性懦弱，不能帮旭川许多。且只要沈元珠嫁进谢家，这染谱最终都是旭川的。为了一个沈元珠，不值得被江红和叶蕴一两家拿捏，甚至是败坏声誉。若他早知道沈元珠如此不吃亏，谢琪媳妇，你不妨直说，要如何才肯交出染谱？祖父，并非元珠不肯交出染谱，而是当年两家有过约定，耕织图和染谱会有两家血脉继承，所以这染谱要么交与谢琪手中，要么交至我二人孩儿手中。这不行啊！谢家还等着染谱染出正色云锦，好争夺皇商之位呢。要等到你跟谢琪的孩儿继承染谱，那须得什么时候？且就算你二人有了孩子，按着谢家家规，也轮不到他去继承。原来是这样，那我不要谢家的耕织图了。其实我本来也不想要什么耕织图，我又不知那耕织图是什么。那不行啊，这耕织图你可以不要，
但染谱你得交出来，这是当年两家说好的。我亦未违背两家约定，你们不要强人所难。嘿，什么叫强人所难？既然你不想把染谱交给谢家，那就交给谢奇。不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那就罢了，让谢奇媳妇捏着染谱，留给他们的孩子吧。父亲留步，母亲，谢奇媳妇儿说的在理。元珠，这染谱是你沈家的东西，决定权自然在你，染谱自然可以交到谢奇手上。可谢奇志不在此，拿着染谱也无用处，还不如把染谱交到谢家。谢家若成为皇商，你谢家父的身份不也跟着水涨船高？夫君志不在此，难道夫君不想做生意？夫君志不在此，难道夫君不想做生意？商贾之道，风绝云诡，哪里是什么平庸之辈都能进去趟浑水的？没有一颗九窍玲珑心，哪能于商海中来去自如？无能者赔钱是小，若做出些与人结怨的事来，怕是将整个家族都拖累了。夫君，难不成你以前办砸过谢家的生意，母亲才这样说的？不曾，我从未参与过谢家一切。他惯常将一切不公吞入腹中，从不与他人言，但今儿却突然想在新婚妻子面前倾诉一点委屈。经年累月吞食的冷眼和他人恶意，在他体内集结成一头暴力，时时张着血盆大口，恨不能啖噬世间一切的冤兽。但今日巨兽却乖乖蛰伏心底，只想在他面前露出柔软的尾，勾着他再多疼惜他一些。谢家内外从不让我沾染半点。母亲，既然夫君从未接触过谢家生意，又从何处断定他资质平庸的？谢奇闻言别过脸，薄薄眼尾染了淡淡一层不愿被人窥见的羞涩，吃一口喝一口都要自己努力去争的他，头一次知晓，原来有人为自己出头是这样的感受。他知道谢家不会给他任何东西，恨过怨过，却唯独没想过从谢家人手里要。哪怕齐霞庄开得再艰辛，谢奇也从未打过谢家的主意，因为他知道有跟谢旭川争锋的心力，足够他在外拼下不小的产业，所以谢家能给的东西他从未放在眼里过。但如今不同，沈元珠想让他争，那他争一争又何妨？谢家能人辈出，又何差我一个？且家中产业哪里是你一个新嫁娘需要忧心的？染谱是你的嫁妆，家里不会硬要的。我谢氏百年大族，便想成为皇商，也不会依靠他族之力。沈家染谱，你好生保存便是。沈元珠闻言将笑意忍了下去。这谢奇的确不是蠢人，有些东西要来的和他人硬塞给你的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分量。原来是这样，那便算了。你二人一唱一和，算盘拨的倒是响亮。怎么，他说的不对吗？谢奇是我谢家血脉，为何不能参与谢家生意？如今他娶了沈家丫头，若谢家不愿给他历练的机会，我倒是可以给他一笔银子，让谢奇带着沈家丫头的染谱出去闯荡一番。你给他一笔银子，你别忘了，你入赘我谢家的时候，全身上下只有一双破草鞋。你借着我的事走到今天，还在我面前拿起桥来了，谁给你的胆子？你有本事就捏着谢家的东西过一辈子，别打沈家染谱的心思。既不想给谢奇半分好处，就别琢磨他的东西。你不就是想激我，让谢奇参与家中产业？好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好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老大家的母亲，我记得库房中有一批3年前的红绸，库房里的确还剩一批红绸。母亲是想将这批红绸给到谢奇手中，让他来售卖。是啊，这批红绸就给谢奇。若他能将这批红绸全部卖出，我便当他有些经商之能，届时给他个机会又何妨？红绸本就特殊，日常所需较少，且这一批又有褪色的瑕疵，更是不好售卖。但花难之要的就是让谢奇不能翻身，不能压谢旭川半点风光。母亲，这批红绸卖出的银子便不收入宫中了，可好？谢奇大婚便当作家中给他与元珠的新婚份例，如此省下一笔份例不说，卖出的银子不入宫中，
自然也就不能拿家里的银钱去重染，亦或是经营。谢琦若接了这批货卖不出去，日后就休想再打家中产业的主意。而沈元珠的染谱不交也得交了。库里的那一批红绸，那批红绸不是见水掉色吗？哎呦，原来是那一堆破烂货啊！那一堆破烂货就是白送他人都得结仇的呀！莫说还想卖银子了，就是让下人搬出去烧了，还要浪费一笔柴火钱呢。这东西让人家怎么卖嘛？这就打退堂鼓啦！若不接，日后就永远别觊觎家中产业。沈元珠站在原地，皱着眉思索要如何做时，谢琦道：“我接。”好，今日我就让人把那批布送到茜香院去，你自己找门路，出去也莫说是我谢家的货物。若让我知道你在外打着谢家的名号卖褪色红绸，败坏谢家名声，就莫怪我翻脸无情。今日多谢你。夫君谢我什么？夫妻本为一体，既结连理，自然该与夫君同心，不分彼此。谢琦抿唇，压下面上造诣，与君同心，不分彼此，他倒是不知羞。也不知道跟谢旭川有婚约时，这般甜言蜜语，他是否也信手拈来？这般想着，谢琦心中巨兽烦躁地扑腾几下，惹得他眉心紧蹙，指尖发痒。二人回到茜香院，红绸已被管家差人送了过来。沈元珠走上前，细细打量一番，且用指尖轻轻捏了捏。这批红绸看着不多，大几百匹，但想短期内处理，的确不容易。在看什么？还未见过褪色的红绸，有些好奇。不能顾色，多是浸染时少了步骤。这批货若给他，拿到协翠坊按着染谱记载重新染上一遍即可。但沈元珠不欲多管闲事，更不想暴露协翠坊。更重要的是，他想看看谢琦于经商之道上有没有天分，这关乎着日后他要用什么态度面对谢琦。打盆水来。谢琦剪下一块布丢进水中，先前还不见褪色，但泡久了再轻轻搓洗，水里便会晕出一道道红。既是褪色，不如试试重新染。并非那般简单，正红本就不易固色，若没秘方，先不说褪色问题，就是目前这颜色也是染不出来的。红有许多种，但这般艳丽不含灰的正红的确少见。若无把握，不仅不能成功固色，还会将这批布染花。秘方我有啊。就算有秘方，我们也无人手和器具，且哪怕秘方在手，也并非1日2日可染色成功。我们没有老道的匠人和充足的时间，且就算有把握，我也不会选择重染。为何？为何？说这批布售卖出去后，银子不必交入宫中，便是阻断了借用家中银钱重新处置这批红绸。所以这批东西我不会投入1文钱，我偏要用这废物以小博大。让整个谢家上下都知道家中还有个二少爷的存在，更要让谢三娘和花南枝后悔今日所为，让他们亲眼看着自己将谢旭川踩在脚下，认清谢旭川就是废物一个，自然也要让他知晓他并非一无是处。思及此，胜负欲已起。谢琦想了想，准备去吉霞庄趟与云峥商议一番。其实我今日过来还真有些事情。什么事？将褪色红绸的事讲了一遍。来铺中看看有没有头绪。不如这样，由我出面代表吉霞庄买下这批货，不过是出些银子，也不交到谢家宫中，左右都在您自己兜里。吉霞庄无缘无故买许多褪色红绸，难免被有心人记在心里。我不想让谢家知道我与吉霞庄的关系。知晓您一直想着将谢氏之坊收入囊中，我都记着的。谢琦一直想吞下谢家全盘，他享受着那日以吉霞庄之主的身份出现，看谢家满门震惊模样，这是谢琦的心结。云峥知晓。不仅如此，我要用这批红绸在苏州府打出名堂，我要让谢三娘日日悔恨为何轻易给了我出头的机会。要用一批褪色布闯出名堂，实在困难了些，不然您去问问袁公公，他在织染署许久，说不得有法子。他今儿在醉春楼听曲儿，您直接寻他去得了。也成。谢琦让云峥给他准备了2坛好酒，拎着到醉春楼去了。醉春楼中，袁旭正仰坐在美人榻上，四周燕瘦环肥，美人环绕，伴着轻歌妙舞，惬意十足。谢琦见袁旭满眼欣赏，便也跟着看了几眼，只几眼让他发现些问题。那些舞姬身上穿着的舞服大多是正红正绿，但因上好的红布价格不菲，因此细细看去终有瑕疵。
谢奇上下打量，发觉舞姬的武艺并不算新，大抵是他们身份低微，不可能日日换了新衣，因此许多地方也如他手中那批红绸一般，有些许褪色。但这些舞姬会选择在领口、袖口、腰肢、脚踝等以褪色处佩戴首饰，如此既能让人忽视瑕点，亦能增加女子风情。一曲终了，元旭回神，说吧，找我什么事？你不是昨日才大婚？请你喝口喜酒。喜酒？这要尝尝。元旭挥手将屋中人都打发了去，二人换了崭新的酒具，小酌起来。酒至酣中，谢七说起褪色红绸一事，怪到你方才盯着那些舞娘，看得眼都直了。可是想到了什么法子？有些头绪还未想好。不过瞧你这模样，新夫人甚得你心？说不上，但也不厌烦就是。就是什么？她身份特殊，我本以为她嫁与我会有些不适，尤其在见到谢旭川之后，可似乎她不曾这样。大婚那日，她眼前出现沈元珠仰着头问他要不要洞房的场景，颇为主动。你是为此不解，还是怕与他亲近后，却发现对方心中仍有谢旭川？谢奇被他问得面色一冷，若说介意，定是后者，但他也的确对沈元珠的举动不解。这便是不知市井繁华的弊端了。若你往日多看看楼中美景，哪至于连姑娘家的心思都看不明白？咱家虽不懂风月，但在宫中见多了这等事情。她以退婚之身嫁给你，主动邀宠甚至勾引，都不奇怪。勾引？后宫女子存亡绝续，皆依靠盛宠。你这妻子身份尴尬，自然只能百般讨好你。若新婚时她面上显露半点不愿，势必会被你疑心是否对谢旭川还有旧情。是以不管她做出什么姿态，做低府小也好，卑微奉承也罢，都不奇怪。宫中女子为求主子轻眼，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位分低微的，不仅需上下打点，有的还会委身有官职的太监，还有些得主子欢心，这辈子出宫无望的女官，亦会玩弄那些女子，必要时候为他们在主子面前说一两句好话。我早年进宫就曾见过一个新入宫的秀女，冬日里穿着薄纱躲在倚翠阁外。那段时日，主子喜欢到那处赏雪景，但你说巧不巧，偏生那日主子没去，那秀女也不死心，生生给自己冻死在倚翠阁的假山里。谢七对他人生死并不在意，他只是没想到沈元珠也会这般。如今想想，元旭说的也有些道理。沈元珠虽是沈家大小姐，但说一句无依无靠也不算过分。想来沈元珠在沈家与她在谢家的处境有8分相似。想到此，谢奇又觉自己昨日有些过分。沈元珠父母双亡，夫婿又从人人捧着谢旭川换成了他，捏了捏眉心，谢奇有些烦躁。他昨日拒绝了他，怕是沈元珠这会儿正在家中惊惶无措。这般一想，谢奇便有些坐不住。夫君回来了。给你带了些糕点。多谢夫君，夫君好厉害，竟有这般多的样数，怕是不好挑选吧？些许糕点而已，有什么不好挑选的？他这模样，好似他在外猎了大虫一般，实在是……谢奇紧抿着唇，压下不受控般扬起的唇角。夫君可想到如何售卖那批褪色红绸的法子了？还未……谢奇有些想法，目前只是出具雏形，他未想好，便没说出口。夫君在外奔波一日，我帮夫君更衣。我正想说他不必做这些琐事，罗氏便上前帮谢奇将外袍退了下来，话卡在喉咙中，谢奇又咽了回去。路上烧了热水，姑爷在外奔波一日，可要洗漱洗漱。谢奇点头，转身去了御房。沈元珠果真如元旭所说，与后宫女子一般，无所不用其极的勾引他，怕是他一日不与沈元珠圆房，那人便一日心不安，少不得要使些手段，处处勾引。既然他那样不安，那他便从了他就是。姑爷这是去花楼了。沈元珠疑惑抬眼，就见罗氏将谢奇的外衣递到他面前。沈元珠皱着鼻子，轻轻嗅了嗅，有些酒气和脂粉香。想不到二少爷竟是个多情的，院中有个棉盒，外头还有相好的呢。什么人勾搭他？大婚第2日就去私会，说什么去想法子，哪知……咦，他想将那批褪色红绸卖给青楼里的姑娘，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他能想到青楼去，也不算愚笨，让人洗了吧。桌上还放着谢奇带回的点心。沈元珠想了想，让罗氏拿了个瓷碟来。他打开食盒，随手捡起2块，咬过其中1块后放在盘边。其余的奶娘拿去给灵儿和小芝他们分了吧。小姐不吃，晚间吃过饭了，这会儿吃不下。虽吃不下，但沈元珠深知夫妻之道与商道没什么不同，
都需妥善经营。若一同经商的合股人递来利益，他却一分不接，不仅惹人疑窦，深思多虑，还会伤人一片真心。更重要的是，此次不接，下次人家就未必肯让利了。所以他不仅会接，还要欢天喜地的接，让来人日后多多让利，如此有来有往，生意才能长久。他既有来，我亦要有往。奶娘，一会儿您将小榻铺得软一些，再寻个软枕。罗氏应下，转头将小榻铺得整整齐齐。谢琦沐浴许久，方从浴房出来。夫君沐浴好了，夫君带回的点心很好吃，我给夫君留了一块最香的，我每一个都尝过了，这个最好吃。你若喜欢，日后我还给你买。将那块不知名的圆糕塞进口中，的确是我吃过最美味的糕点。夫君喜欢便好，日后有好的还留给夫君。谢琦垂眸，心中有了些惆怅。与他圆房也并非不可，只是他不知该如何开口。夫君也早些歇息吧，我让奶娘为你在小榻上添了软垫，今日睡着就不会如昨日那般酸痛了。说完，沈元珠回了拔步床，谢琦站在原地，盯着铺得厚厚的小榻，抿唇不语。谢琦抬头看向沈元珠的拔步床，忍不住捏着手指，对方没有步步紧逼，让他今日就圆房，让谢琦心下轻松，可莫名的又有种微妙的委屈与烦躁。明明从浴房出来时，他已下定了决心。方才他在浴房沐浴时，将大红软巾从水盆中捞起，进了水的红与软巾的本色并不相同。谢琦盯着头上一圈圈纱幔，思索至深夜，终于让他想出对策。他有办法将那批染色红绸售卖出去，并在苏州府为自己造势，一举成名了。第二日一早，谢琦召来魏虎，让他拿一批红绸制成成衣，送到醉春楼去。哪想二人刚走进花房，迎面便看见了远处的谢旭川夫妻。谢旭川看着双手交握的二人，瞬时眼眶一红，三两步便要上前。旭川，你今日不可再冲动行事了，你若冲动，只会让圆珠妹妹觉得你性情不定，有事情好好解释给她听，莫再吓到她。谢旭川脚步一顿，说了声知道，便加快脚步跑向沈元珠。元珠，我有话跟你说。沈元珠垂眸，正琢磨是该拒绝，还是早日与谢旭川谈开为好。他低头沉默，谢琦面上一僵，随后道：你若也有话想说，我在一旁等你。谢旭川日日阴魂不散，在他眼皮下总好过其他。他二人看着很般配，不是吗？谢琦眸色微沉，将手背过身后。二少爷不觉得吗？江完素见他面色不显，又继续道：我虽嫁进谢家不久，但辈分上也是二少爷的嫂嫂，唤你一句齐弟并不过分。齐弟听我一言，平日还是将弟妹看得紧些为好。齐弟在家中不受重视，能娶元珠这样的妻子已是极限。若你二人婚变，怕是再找不到这样出身的姑娘。不仅给她丰厚嫁妆，还手握沈家染谱。若她真与旭川旧情复燃，你不仅失去一个妻子，更是失了重要助力。他不想让谢旭川多见沈元珠，可他无法阻拦谢旭川，只有指望谢琦，指望男子对所有之物不容觊觎的自大。江完素甚至想过，最好今日见到沈元珠和谢旭川幽会，能引发谢琦的暴怒，让沈元珠就此再也不敢见谢旭川，听谢旭川诉那些个没用的衷肠，如此谢旭川也就没了机会将真相说出。不得不说，江完素的目的达到了。谢琦的唇抿得死紧，背后的手亦愈发用力，他甚至能清晰感受到手腕上的伤口在一寸寸撕裂延长，疼痛一点点自手臂顺流而上，蔓延至心脏。平日还是将弟妹看得紧些为好。若他真与旭川旧情复燃，你不仅失去一个妻子，更是失了重要助力。谢旭川不知开口说了什么，沈元珠抬头皱眉不解地看着他。谢琦看不清沈元珠面上表情，更不敢猜测他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谢旭川，仰慕亦或憎恨。莫名焦躁爬满全身，谢琦只觉心底蛰伏已久的暴力正欲苏醒。你或许不知，我却知晓，谢旭川与沈元珠二人往日有多亲昵，青梅竹马自幼长大的情谊不会在3两日间就消失。月初时，成王弹劾江右一物共妻，贪赃枉法，折子递上去，按说这几日就该有结果了。江家背靠江右，在苏州府勉强求得一席之地。即便如此，你在江家
亦不得看重。我很难想象没了江佑的江家还能给你几分依靠。江完素面色一白，愣在原地。江家落难与否与他并无区别，唯一影响就是他在谢家的地位只会越来越低。他嫁谢旭川本就不够光彩，能进门也是因为自家叔祖父。江红寡恩少义，对你不闻不问，你能嫁给谢旭川这样的男子已是极限。若你二人婚变，怕是再找不到这样出身的男人了。嫂嫂，你信我一言，定要将兄长牢牢握在手里。提起院与倩香院距离不远，你要管好谢旭川，毕竟他惯来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嫂嫂，你可要小心。那日我与你说退婚只是气话罢了，我从未想过与你退婚，更没有想到你会嫁给谢琪。我本来想好的，我想着只要你再等我1年，我安顿了完素和他腹中的孩子，就去沈家提亲。可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元珠，我知道你不喜欢谢琪，也不会喜欢他的。我昨日是认真的，我带你离开谢家好不好？沈家有沈燕怀，谢家也有三叔，反倒是我们无人在意。这许多年，我对你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母亲出殡那日，你背着我去为母亲上最后一炷香。谢旭川，你不该是这个样子。江完素也有身孕，你既已选择他，就该为此负责。而我既然决定履行谢沈两家的联姻，嫁给谢琪，就会安心做他妻子。谢旭川，来日再见。你我全做陌生人吧，便是在谢家，也全做不曾相识过。哪怕你做不到，也要装出那个样子。我装不出，元珠，我是认真的，我从未对江完素动过真心，我会娶她，亦有苦衷。什么苦衷？谢旭川回头，远远瞥了江晚素一眼，只这一眼，险些将江晚素的魂儿吓至九霄云外。什么苦衷？我不能说，但元珠，你信我，我从不曾背叛你。元珠，我们离开谢家好不好？我不要谢家的东西，什么耕织图、沈家染谱，我们全都不要好不好？谢家有了染谱，沈家也有了耕织图，他们就不会在意谢沈这桩婚姻谁娶谁嫁了，他们要的只是利益罢了。而我只想要你。谢琪不会待你好的，他只是嫉妒我拥有的一切。元珠，你跟我走吧，我们去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像以前你与我说过的一样，过简单而富足的生活。那江完素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呢？我将耕织图和染谱留下，母亲会善待他和腹中孩儿的，而我们也可以在外。听了这话，沈元珠竟是嗤一声笑了出来。你的意思是让我放弃所有与你私奔，然后将沈家染谱，我的一切全都留给江完素和他的孩儿？元珠，我不是那个意思。方才因见到痛苦至极的谢旭川而产生的一点点困惑全都消失不见，如今他只是呐喊江完素究竟有何种魔力，能让谢旭川发了癫似的为他打算。紫檀，小姐，你怎么了？快去找大少爷，就说我腹痛难忍。他一动，谢琪也再忍不下去，3步并作2步向前去。听见这边动静，谢旭川惊了一瞬，还想再说什么，却见沈元珠已经朝谢琪走去。女人凄厉叫声一声高过一声，谢旭川无法，只能去找江完素。他与你都说了什么？他让我将沈家染谱交出，留给江完素和他们的孩儿，然后与他私奔。饶是谢琪厌恶谢旭川，此时竟也说不出一言半语。他往日就觉得谢旭川被谢三娘和花男之宠的，忘了自己姓甚名谁，却不想这人如今彻底疯了。你可介意我在谢家见到他？谢琪看着沈元珠，薄唇张合数次，片刻后才咬着牙关：怎会，自是不介意。如此便好。沈元珠仰着头，朝着谢琪甜甜一笑，他面上带着几分稚气未脱的圆润，笑容荡开时，一双眼弯弯亮亮，看得谢琪心中烦躁平复许多。圆球妹妹，兄长，嫂嫂，昨日一早，你阿兄就让我备了好酒，就等着今日你们回门。如今爹娘不在，家里也没那么多礼数，谢琪头一回上门，不如去瞧瞧元珠未出嫁时的院子。姐夫，您对家中不熟，我带您转转。姐夫与姐姐往日不熟吧？姐夫莫看阿姐生的柔弱，可她性子却是个半点不吃亏的。若是姐姐与姐夫生了局语，您可千万让着她些，不然小心阿姐她将你吃干抹净，骨头都不吐出来。什么将她吃干抹净？谢琪低着头，精致眼尾带了些薄韵，心里不住感慨，沈家教女实在不严。他抬手拉起沈元珠，生怕这孟浪一妹带坏了她。姐夫觉得我说的不对。姐夫，姐姐在谢家见到大公子时，二人还好吗？
大公子以往来家中找姐姐都会待很久，以前大公子也喜欢给阿姐送许多小玩意儿，这10年来送了几大箱子吧。阿姐可宝贝那些东西了，碰都不让我碰一下。或许我不该跟你说这些，但我实在忍不住，你千万别介意。怪到你阿姐招人喜欢，而你常被她教训。要我说，她教训的还不够，未将你这长舌的毛病去了根。你这妹妹教训的还不够。你我帮你把谢旭川往日送的东西全都丢掉好不好？将沈元珠的手拉到自己唇边，谢奇俯下身，将脸颊贴了上去。我们一起，我帮你把东西都丢掉好不好？谢旭川送你的一切，无论什么，只要想到沈元珠心中还有谢旭川，他也如谢家人那般喜爱谢旭川，谢奇就觉浑身血液烧灼一般，令他痛苦。他恨谢家人的偏私，恨他们永远视谢旭川为天边明月，所以他尤其不能忍受这世上第一个护他、为他说话、为他留下最香甜糕饼的人，心里也偏爱着谢旭川。沈元珠仰头看着他，谢奇今日好生奇怪，令他无来由有些惧怕。你瞧，出嫁前所有的东西都让奶娘拿去烧掉了，值钱的都换成银子带走了。烧掉了？烧灼感褪去大半，他张开口，将沈元珠的食指送入口中，咬了下去。滚烫的舌尖划过手指，沈元珠只觉自己被潮湿阴冷的毒舌绞住，恐得他腰腿发软，忍不住踉跄着打晃。他说你们相爱已久。口中传出淡淡血腥，浅薄的伤口慢慢胀起，直至血腥味冲鼻，谢奇才惊醒似的向后退了一步。食指上一圈红痕亮眼刺目，谢奇慌忙松开手，沈元珠却是没动。他举着被咬出一圈齿痕的食指竖在谢奇面前，仿佛非要一个解释。谢奇耳珠血红一片，仿佛能滴出血一般。你这是做什么？沈元珠举着食指愣愣地看着谢奇，又转过视线，冷生生看着自己稀白不青肿泛红的指头。我不是。谢奇不知该如何解释，转眼就见沈元珠推开房门走了出去，站在太阳下细细端详自己的伤口，齿痕明显。沈元珠不明所以，却非要探究个明白的举动，令谢奇如火烤油煎。我帮你洗去。他抿着唇，冷着一张脸，将人拉到桌前。桌上摆着糕点茶水，谢奇拉着沈元珠，用茶水一遍遍将她的手指冲洗干净，又为沈元珠找了伤药，为她轻轻涂抹上去。你这是做什么？沈元珠眨巴着眼，饶是她自诩聪明，也没能弄懂谢奇这举动究竟是什么意思。谢奇沉默良久，方琢磨出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说辞。你这是做什么？谢旭川送你许多物件，我不知该送什么，便……若是往常，无论他人所送之物是什么，他都会笑着接过，并附上些许赞赏。但谢奇这……见不得沈元珠一直举着手，谢奇忍不住握住他手腕，生生按了下去。小姐，姑爷，饭好了，家主唤你二人过去用饭。这就来。仿佛听见赦令一般，谢奇连忙起身走在前头。发生什么了？小姐，你怎么瞧着受了惊似的？哎呦，这是怎么弄的？往日与奶娘无所不谈的沈元珠，忽然就觉得难以启齿。我知道为何谢家一直不让谢奇献与人前了。为何？谢奇他这里有问题。谢奇步履匆匆，不敢细想方才各种细节，是以很快走到了厅外。只是他没独自进去，而是站在外头等待沈元珠。沈元珠此时正跟罗氏嘀嘀咕咕些有的没的，见谢奇不错眼地盯着他，还当是对方嫌弃自己走得慢，拖了他的步调。想了想，远远伸出食指。谢奇面色一红，赶忙别过头，不再看他。怎么不进去？等你。一场归宁宴也算宾主尽欢。宴中时，沈延怀提起谢奇手中褪色红绸，二人便在厅中品茗闲聊。这些年你在家里吃，在家里住，原先你未出阁宴，怀养着也就养着了。可你如今已经嫁人，总该为你阿兄和侄儿想想了吧？你已经嫁去谢家，这耕织图和染圃总该物归原主了吧？原来我这些年是阿兄养着的。我还以为是阿兄占了我娘亲经营的铺子。你不必说那些有的没的，你娘亲再厉害，生不出儿子，不能继承沈家产业也是徒劳。总之，你阿兄与我说了，日后你若想依靠娘家，这耕织图和染圃，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别以为你仗着丰厚嫁妆就能在谢家一世无忧，无需兄弟子侄帮衬。你不妨想想，谢奇在谢家是个什么地位？如今新婚，他瞧你新鲜，对你有3分好，
但你自己的身份你也清楚，来日外面有了流言，他怎么可能待见一个沾了污名、有了瑕疵的女人？有些事外人不得而知，但我是你嫂嫂，你的闺中事若由我和你阿兄口中说出，世人总会信的。你捏着染谱和耕织图与娘家交恶，远不如将这没用的东西交出来。如此，你阿兄、你的侄儿日后才能为你撑腰。沈元珠也没想到叶云一夫妻威逼利诱不成，如今还想到外面泼他脏水去了。嫂嫂说的是沈家染谱吗？我总会拿出来的，就是不知到时我给了染谱，你们敢不敢用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敢给假的不成？你用假染谱威胁我，那我还想知道你舍不舍得你爹娘一手创立的沈家染坊？说起来，你娘也真是惨，让你投生到她膝下。若你是个男生，你娘也不至于惨死病中。嫂嫂口才不错，只是可惜了。谢家昨日还真提及要将耕织图交与我手，只是被我推拒了。什么？你拒了？是啊，我说我家兄嫂说了，不让我轻易将染谱交出。两姓联姻可以结亲，自然也可结仇。嫂嫂放心，我定不负嫂嫂所望。但凡我在谢家过得不舒坦，必会使尽法子拖垮两家关系，让谢婶结仇。对了，嫂嫂如此急态，是因为松江出事的原因吧？想来叶家比谢婶更需要染谱和耕织图。既然叶家急需这两样救命的东西，还请嫂嫂放宽心，我就不给。小姐，他找你说什么了？没什么，告诉奶兄，从今日起，全力绞杀叶家布防，我要让松江再无叶家。你不觉有些奇怪？奇怪什么啊？谢旭川是什么时候与江完素凑到一起的？是啊，您这些年闲来无事，光盯着谢旭川了，他一举一动皆在您眼皮下。到底什么时候与江家姑娘凑到一起去的呢？二人还突然就有了孩子。给江完素保胎的还是回春堂的燕大夫吗？是，您昨日与二少奶奶回门，小的还瞧见她来家里了。你让张妈妈去查江完素的脉案，看看她到底有身孕多久了。知道了，我今儿就去查。褪色红绸，你有了销路。你且看着，你瞧那条花船。沈元珠抬眸，就见一条簪满鲜花的竹筏，上面站着两位身段妖娆、姿容明媚的女子。她们身上穿着绸裙，裙摆处与大红披帛浸染在水中，伴随鼓声，正翩翩起舞。舞动间，披帛与裙摆搅起水波，淡淡胭脂色游荡开，为河面带来一丝暖色。彩云静坐暖荷色，半染娇绡半染波。好诗好句。也不知谁喊了声近水胭脂布，洗一次淡三分，如美人卸妆。你这一招使得很是漂亮，想来再过2日，满苏州府的文人墨客都要吵着嚷着买褪红胭脂布了。你当真这么觉得？当然，商道精髓在揣测人心，而非辨明物之优劣。寻常人只能看见褪色红绸的弊端，而你却可以找到法子，将褪色红绸摇身一变，变成褪红胭脂布。文人雅客向来喜好附庸风雅，俗物有了雅名，也就不是俗物了。这胭脂布不出3日，定会成为苏州府人人争抢的新鲜物。你手里的那些能卖不少银子呢。苏州府不缺富庶纨绔，但能令人感到新鲜的奇货却是难寻。这胭脂布不会流通太久，但将谢奇手中的红绸清空却不成问题。谢奇闻言，眼尾染上一层潋滟绯色。这批银子不用交给公众，若得了，我便都交给你。当真？我最喜欢银子了。自是当真。他二人在醉春楼中坐了大半日，果然听见许多人打听胭脂布何处有售。两人回到谢家时，那胭脂布的价格已然翻了3倍。即便如此，也仍有许多人找谢奇下定。